我在公路求生里面觉醒了号称百吨王的超级半挂，什么房车跑车，在我面前通通只配当个减速带。最无敌的是，还觉醒了唯一天赋无限升级。只不过在刚穿越到公路求生世界之时，还没发放战车，我就被一个不知名的毒虫偷袭，中毒昏迷。这也导致新手礼包的生存物资被别人无情夺走。好在是遇到了2位姐妹花，在一阵尖锐的刺痛中，我猛地睁眼，醒了，她醒了。一道清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我费力的转头，看到个穿 JK 裙的少女正蹲在我身边，手里还拿着块沾了血的纱布。她见我看过来，立刻露出个甜甜的笑，露出2个小小的梨窝。太好了，刚给你吸出毒血，还怕不管用呢？我这才注意到小臂上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，只是残留的麻痹感还没退。视线再移，旁边还站着个穿职业裙的黑丝御姐，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眼神冷静又锐利，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多谢你们，我嗓子干得发疼，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。御姐微微摇头，语气平淡却不冷漠。不用客气，都是求生者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认识一下，我叫苏晴，这是我妹妹苏婉。我叫江云。我报上名字，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站起来，苏婉赶紧伸手扶了我一把。站稳后，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他们身后，2辆风格截然不同的车停在路边，一辆是银灰色的超跑，线条流畅炫酷，一看就不好惹；另一辆则是粉嫩嫩的 mini， 车头圆圆的，像个没长大的剁椒鱼头，透着股可爱的违和感。不用问也知道，超跑肯定是御姐苏晴的，那辆 mini 多半是苏婉的。果然，苏婉顺着我的目光看到自己的车，脸颊瞬间红了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。江云哥哥，你别笑话我，这是我刚领的战车，在这求生世界里确实有点不够用。我连忙摆手，没有，挺特别的，至少辨识度高。对了，苏婉眼睛一亮，突然想起什么。你现在醒了，应该能领自己的战车了。有了战车，我们就能组成小车队，一起赶路，也安全点。他话音刚落，我的脑海里就响起一道冰冷的机械音。检测到求生者意识清醒，发放专属战车，你的专属战车为百吨王八罐。轰！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，震得地面震颤了颤。我和苏晴、苏婉同时回头，下一秒，姐妹俩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苏晴冷静的表情都裂开了，苏婉更是直接捂住了嘴。我也愣在原地。一辆通体黝黑的重型半挂就横在路边，车身足有10几米长，轮胎比苏婉的肩膀还高，车头的金属格栅闪着冷光，活像一头蛰伏的钢铁巨兽。跟它比起来，苏晴的超跑像个玩具，苏婉的 mini 更是成了不起眼的小蚂蚁。这是你的战车？苏婉试探着上前，伸手摸了摸百吨王的轮胎，指尖还没碰到，就被那庞大的气场吓得缩回了手。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，脑海里的机械音又响起来。恭喜求生者觉醒唯一天赋无限升级，您的战车升级方式已改变，每次升级将提升基础属性，并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。还有天赋，我心里一喜，连忙集中意念，一道淡蓝色的面板立刻浮现在眼前。战车百吨王，初始形态，属性防御100，速度50，载重1万千克，耐久80，经验值0-100，行驶1米等于1点经验。天赋无限升级，可通过行驶积累经验升级，升级后随机提升属性加抽奖。其他数据我扫了一眼就过，唯独行驶1米加1点经验让我心头狂跳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一直开，战车就能不断升级，防御、速度、载重都会涨，还能抽奖拿奖励，这简直是公路求生的 bug 级天赋。我正低头揉着还有些酸痛的小臂，苏晴突然拽住我的手腕，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。江云，你快看！我顺着他拉拽的方向转头，目光落在百吨王挂车侧面。不知何时，储物舱的门自己弹开了一条缝，我好奇地打开储物舱的门，成箱的矿泉水堆在最外面，蓝色的包装纸在阳光下格外显眼，后面还隐约能看到肉罐头的铁皮外壳和速食米饭的包装盒。这我也愣了，刚才领取战车时只注意到它的体型，压根没发现还藏着物资。苏晴已经快步走过去，倒抽一口凉气。天哪，这么多吃的喝的！他伸手拍了拍最上面的矿泉水箱，声音都有些发颤。这些物资给我的震撼比百吨王本身还大。咱们刚才还在愁水和食物不够，现在直接解决了大问题。苏婉也凑过来，扒着箱子边缘往里看，小脸上满是惊喜。哇，还有我爱吃的鱼罐头。江云哥哥，咱们以后不用饿肚子了。我挑了挑眉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。刚才还在盘算怎么用有限的资源撑到新手服务区，没想到百吨王直接给了个大惊喜。两姐妹很快冷静下来，蹲在地上开始清点。矿泉水20箱，肉罐头15箱，鱼罐头10箱，速食米饭8箱，压缩饼干5箱。苏晴一边数一边记，最后抬头跟我说：“这些物资省着点用，足够咱们3人吃1个月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神里带着些犹豫，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这些物资是我的，他和苏婉没帮上什么忙，不好意思直接用。我当即摆了摆手：“你们当初不顾危险的救我，现在这些物资自然是咱们一起用，别分那么清楚。”苏晴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个铁笑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爬上百吨王的驾驶室。说实话，我这辈子从没开过这么大的车，可一坐进驾驶位，指尖碰到方向盘和操作杆的瞬间，关于百吨王的所有操作技巧就像刻进了脑子里，换挡的时机、刹车的力度，甚至连转弯时的角度都了如指掌。想来这就是专属战车的福利，怕我这种无驾照菜鸟搞不定，直接给了老司机速成的棒。我试着踩下油门，百吨王发出一声低沉的
车身稳稳地往前挪了几米，刚想再试试转向，车内突然响起一道冰冷的机械广播：所有求生者请注意，战车速度与耐久度进行平衡处理。12小时后，喷雾将开始蔓延，蔓延速度为每小时50公里。14天后，未进入新手服务区的求生者将被淘汰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调出新手地图，屏幕上显示我们距离新手服务区只有690公里，看起来不算远，但结合刚才的警告，这一路上肯定没那么简单，说不定藏着不少怪物或者危险路段。咱们组成车队出发吧。我通过车内对讲机跟两姐妹说：苏晴，你的超跑速度快，负责打头阵，留意前面的路况。苏婉，你的 mini 在中间，跟紧苏晴，我开百吨王断后，要是遇到怪物或者意外，我来解决。苏晴很快回话：没问题，我这就调整位置。苏婉也雀跃地应了一声：好嘞，江云哥哥放心，我肯定不跟丢。很快，车队就调整好了阵型，银灰色的超跑在前，粉色 mini 在中间，黑色的百吨王殿后，3辆车沿着公路缓缓前进。我摸了摸方向盘，想起刚才问过两姐妹的战车耐久，苏晴的超跑300点，苏婉的 mini 500点，而我的百吨王初始耐久就有1万点。这么大的差距，让我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，或许百吨王的用处根本不在赶路上，它的核心优势应该是超级耐久和野蛮冲撞。毕竟百吨王这个名字本就该是万物皆为减速带的存在。大概行驶了半小时，车载系统突然提示：百吨王等级提升至1级，耐久度加1000，获得抽奖机会奖励。我心里一喜，这升级速度也太快了，才开了不到10公里就升了级，而且光增加的耐久就比两姐妹的战车总耐久加起来还多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抽奖，屏幕上闪过一道紫光，系统提示：恭喜获得紫色改件车头尖刺，耐久度500，可随时隐藏或展开。使用。我在心里默念，只听一阵咔嗒咔嗒的机械声从车头传来。我坐在驾驶室内看不到具体变化，但很快就听到对讲机里传来苏婉惊恐的声音：江云哥哥，你的那个东西好大，好恐怖。我正纳闷他在说什么，苏晴的声音也传了过来，带着点哭笑不得。小婉，别乱说话。江云，你车头那3根尖刺是怎么回事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应该是车头尖刺展开了。通过后视镜往后看，只能看到车头隐约突出的金属光泽，倒是苏晴从超跑的后视镜里看得清楚。他很快又补充道：那3根尖刺占了车头1/3的面积，每根都有手臂长，看着就不好惹。这么逆天的改件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百吨王自带的，看着应该挺强的。我语气平淡的回答。苏晴直接绷不住了，声音拔高了些：大哥，你自信点，什么叫应该？这东西挂在车头，谁来能扛得住？大家都是新手，怎么就你这么会说？苏婉也跟着附和，语气里带着点担忧。就是啊，江云哥哥，我感觉这尖刺能直接捅穿我的秘密，你开车可得看着点，别不小心撞到我呀。我听着苏婉那句感觉能直接捅穿我，嘴角忍不住抽了抽。这小萝莉明明说的是战车，可从她嘴里出来怎么听都有点不对劲。我赶紧咳了2声，压下心头的哭笑不得，对着对讲机安慰：小婉，放心，我会控制好车距，绝对扎不到你的mini，而且该害怕的不是你，是他们。他们是谁啊？苏婉一头雾水，语气里满是疑惑。苏晴倒是反应快，很快在频道里接话：应该是前面的怪物。江云，看地图，还有5公里就到哥布林领地了。我瞥了眼车载地图，果然前方一片区域被标成了显眼的红色，旁边还标注着哥布林森林，危险程度2星。虽说我两世为人，但还从没见过真正的怪物，心里反倒有点跃跃欲试，正好用这些最底层的哥布林试试看。可对讲机里两姐妹的语气明显透着紧张。苏晴沉声道：我的超跑速度快，但防御低。小婉的 mini 更是除了可爱没别的用，要是被哥布林围上，根本没反抗的余地。话里的担忧藏都藏不住，毕竟眼下只有穿过哥布林领地这一条路，绕不开。我刚想再说点什么宽心的话，车身突然轻微晃了一下，车队已经驶进了哥布林领地的范围。原本平整的公路变成了土路，路两边的树林茂密的吓人，阳光都很难透进来。下一秒，车内广播突然响起悠长的警报声，地图瞬间变成猩红色。警告：已进入哥布林领地，可掉落火腿、淡水、木材。怪物类型：杂鱼哥布林、普通哥布林、精英哥布林、哥布林首领。以咱们的战力，应付杂鱼和普通哥布林没问题，只要别遇上首领就行。我快速估算了一下，对着对讲机说道：百吨王的耐久和车头尖刺摆在这，对付低级哥布林应该绰绰有余。话音刚落，苏晴的惊呼声就传了过来：江云，他们来了！我赶紧抬头往前看，只见超跑前方的树林里突然窜出3道绿色的身影，正是杂鱼哥布林。他们手里攥着粗木棍，呲着牙朝超跑冲过来，嘴里还发出嗷嗷的怪叫。苏晴，赶紧让道！我立刻喊道。苏晴反应很快，猛打方向盘，超跑贴着路边的树林滑了过去，刚好避开哥布林的拦截。我紧随其后，看着那3只还在原地蹦跳的哥布林，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。百吨王的车头尖刺泛着冷光，直接撞了上去。啊！一声闷响，3只哥布林瞬即被撞飞，粘在车轮上转了几圈。车载系统立刻提示：离开杂鱼哥布林出搜，到了木材城时，哥布林尖刺耐久度减9。我缓缓停车，走下车看了眼车轮，那3只哥布林已经成了一滩烂泥，连木棍都断成了几截。我忍不住摇头，果然是杂鱼，撞上去跟撞空气似的，还没减速带颠簸。看来还是高估了这些低级怪物的战力。江云哥哥，给你木材。苏婉和苏晴也停了车，快步走过来，手里捧着刚捡来的10根木材。两姐妹很自觉，知道怪物是我杀的，没好意思邀功，只默默收拾战场。苏婉看着我，水汪汪的眼睛里满是崇拜。你的战车也太厉害了吧！要是我的mini撞上去，肯定早就翻了，你就跟碾玩具似的。我笑了笑，
接过木材递回给他，我用不上这个，你先放你车上，等出了领地再分。有无限升级天赋在，百吨王根本不需要木材升级，这些材料留给两姐妹更有用。重新上车时，我们调整了车队阵型，这次换我开百吨王打头阵，有车头尖刺和高耐久在，我走在前面，能更好的应对突发情况，也能让两姐妹更安心。发动机重新启动，百吨王的轰鸣声在树林里回荡，朝着领地深处驶去。接下来的路应该会越来越热闹。我将百吨王调整到守阵位置后，握着方向盘的手格外稳。既然敢拦路，就得有被车头尖刺招呼的觉悟。车队沿着土路缓缓前进，车轮碾过碎石的声响在树林里回荡。苏晴的超跑和苏婉的 mini 紧随其后，保持着安全车距。没等多久，车载系统突然弹出提示：百吨王经验值已满，等级提升至2级，耐久度加1000，当前耐久12000点，获得抽奖机会乘1。我心里一喜，这升级速度比预想中还快，赶紧在心里默念抽奖。下一秒，驾驶室内闪过一道璀璨的金光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：恭喜获得金色技能爆发突击，主动技能使用后获得5倍速度向前冲刺，持续3秒，期间战车耐久受损减免50%，冷却时间10分钟。我盯着技能介绍，眼睛瞬间亮了。5倍速度，百吨王原本最高速度70公里每小时，触发技能后就是350公里每小时，再配上车头尖刺，这冲击力简直不敢想。别人或许用这技能逃生，但对百吨王来说，这分明是碾压怪物的杀招。正沉浸在喜悦中，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：警告，遭遇杂鱼哥布林乘5，普通哥布林乘2，精英哥布林乘1。总算来波像样的了，我嘴角上扬，一点都不紧张。刚才撵3只杂鱼哥布林太过轻松，现在加上精英哥布林，正好试试爆发突击的威力。对讲机里立刻传来苏婉的担忧：江云哥哥，有精英哥布林，他的狼牙棒能砸烂战车的。苏晴也沉声道：要不我们绕一下，我的超跑扛不住精英哥布林的攻击。不用绕，相信我，我语气笃定，你们准备好收拾战场就行。说完，我狠狠踩下油门，百吨王的引擎发出狂暴的轰鸣，速度瞬间飙升。前方道路中央，一只3米高的精英哥布林正站在那，手里的铁质狼牙棒闪着寒光，身后跟着几只小哥布林。他看到百吨王冲过来，非但不躲，反而龇着獠牙低吼。显然，他之前肯定收拾过试毒，以为这只钢铁巨兽也能轻松解决。就在精英哥布林举起狼牙棒的瞬间，我默念使用爆发突击，百吨王的速度骤然飙升，车身化作一道飞影，车头尖刺泛着冷光，直直撞向哥布林。精英哥布林眼中刚闪过一丝警惕，就被尖刺狠狠刺穿身体，身后的小哥布林更是像断线风筝般飞出去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。百吨王稳稳停下，车载系统立刻播报：必杀杂鱼哥布林乘5，掉落木材乘20，车头尖刺耐久减8。击杀普通哥布林乘2，掉落木材乘20，车头尖刺耐久减5。击杀精英哥布林乘1，掉落金属铁乘5，车头尖刺耐久减20。我推开车门下车，看着地上散落的哥布林残骸，忍不住感慨：这精英哥布林倒是比杂鱼耐撞点，不过也就那样。在爆发突击的50%耐久减免下，这点消耗对百吨王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这时，苏晴和苏婉也赶过来，苏婉刚下车就瞪圆了眼睛，跑到我身边追问：江云哥哥，你刚才怎么突然窜出去了？我们本来跟你差20米，结果一眨眼就看不见你车尾灯了。你不是说百吨王最高速度才70吗？我回头一看，苏晴也正盯着我，喉头微微滚动，显然也对刚才那瞬间的爆发速度感到震惊。我笑了笑，没直接解释技能，只含糊道：百吨王还有点隐藏性能，刚才情况紧急就用上了。苏晴皱了皱眉，却没再多问。他知道我有自己的秘密，既然我没说，肯定有不说的道理。他转而看向地上的战利品，蹲下身开始清点。木材40根，金属铁5块，这些够给苏婉的 mini 升级一次了。苏婉一听，立刻开心起来，蹦蹦跳跳的去搬木材。太好了，升级之后我的车说不定能跑快点。看着他雀跃的样子，我也跟着心情变好。有百吨王在，不仅能保护自己，还能护着这对姐妹。这场公路求生好像也没那么难。等我们收拾好战利品，重新上车时，苏晴突然在对讲机里说：前面树林里好像有动静，可能还有哥布林。我握紧方向盘，眼神锐利起来。没关系，来多少我撵多少。百吨王的车轮就是哥布林最好的终点站。我知道他们俩都对刚才百吨王爆发的速度满是疑惑，尤其是苏婉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追问个不停。我怕说多了暴露爆发突击的金色技能，更怕牵扯出无限升级的天赋，只能含糊其辞，就是百吨王自带的一个小技能，应急用的。话刚说完，我就看见姐妹俩对视了一眼，眼神里的狐疑藏都藏不住，想必她们心里都在嘀咕：哪有这么小的技能？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，连超跑都望尘莫及。这要是小技能，那他们的战车技能算什么？可我也没法再多解释，无限升级的秘密太逆天，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，只能假装没看见他们的表情，催促道：别打听我了，赶紧清点收获，咱们还得赶在天黑前多走段路。姐妹俩也识趣，没再追问，蹲下身开始收拾地上的战利品。苏婉负责捡木材，苏晴则把那5块金属铁小心地放进超跑的后备箱。我趁机回到百吨王的驾驶室，调出技能面板。这一看，我突然愣住了，爆发突击技能后面
竟然多了个1/10的标识。难道无限升级天赋不仅能升级战车，连技能也能升级，而且是用一次涨1点经验？我心里冒出个大胆的猜想，决定等下再遇到哥布林，不管等级高低，都用爆发突击试试，验证这个想法。江云哥哥，你快来看！苏婉的声音突然传来，带着兴奋。我走下车，只见他举着一块金属铁，眼里闪着光。那次居然爆出铁来，之前杀杂鱼哥布林都只掉木材呢。我笑了笑，这很正常，精英哥布林等级高，掉落肯定更好。对了，你们战车升级需要多少材料？苏婉歪着脑袋想了想。我升到1级要50根木材和1块铁。一旁的苏晴补充道：“我的超跑升级需要100根木材和3块铁，比苏婉的多不少。”我心里一算，现在有40根木材和5块铁，给苏婉升级刚好够。苏婉明显愣了一下，可爱的小脸上满是不可思议。在她看来，自己的美女除了可爱没别的优势，在车队里作用最小，怎么也该先升级更重要的战车。别犹豫了，就先给你升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没给她多问的机会。其实我根本不用材料升级，给苏晴升又差60根木材，不如先给苏婉试试。我也好奇，别人的战车升级除了基础属性，会不会有隐藏惊喜？苏婉见我态度坚决，也不再推脱，抱着材料跑回自己的车旁。只见他将木材和铁放在 mini 车头前，默念了一句升级，战车瞬间亮起一道淡蓝色的光。几秒钟后，光芒散去 ，mini 的车身似乎变得更结实了些。车载系统还弹出了提示：苏婉战车升级至1级，解锁蓝色技能战略储备。我解锁技能了。苏婉兴奋地冲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胸膛，我嘴角微微抽搐。苏晴还在旁边看着呢。小婉，快过来！苏晴无奈地扶了扶额，语气里带着点好笑。她走到我们身边，看着苏婉的 mini， 眼里也闪过一丝羡慕。居然还能解锁技能，我之前还以为只有属性提升呢。我看向苏婉，笑着问道：“说说，战略储备是什么技能？”苏婉小脸一红，连忙松开我，解释道：“战车多了个30立方的独立空间，能放所有非活物的东西。以后咱们爆的材料，我都能帮忙存着来。”她说着，还拍了拍自己的车，一脸骄傲，显然是终于觉得自己能为车队出力了。这个技能很实用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也松了口气，有了战略储备，以后就不用再担心材料没地方放了。苏婉见状更开心了，又说道：“江云哥哥，食物和水我也能帮你存起来，我的空间可大了。”我却摇了摇头，食物和水先不用，等咱们从哥布林领地出去再说。倒不是信不过苏婉，只是在这末世里，食物和水是生存的根本，还是握在自己手里更放心。木材和金属这些材料，交给他们存着倒没什么。苏晴也明白我的意思，帮着打圆场。小婉，先把材料存起来吧，咱们还要继续赶路呢。苏婉点点头，开开心心地将地上的木材和铁收进了战略储备空间。收拾好一切，我们重新上车。我看着前方延伸的土路，心里多了几分期待。我踩下油门，百吨王的引擎发出暴躁的轰鸣，黑色车身如同钢铁巨兽般在土路上疾驰。进入哥布林领地深处后，遇到的怪物越来越多，有时是10几只杂鱼哥布林拦路，有时是几只普通哥布林配合精英哥布林偷袭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些都只是移动的减速带。车头间刺泛着冷光，每次遇到哥布林群，我要么直接碾过去，要么触发爆发突击，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配合尖刺，瞬间就能将怪物撞成碎片。苏婉和苏晴跟在后面，只需要收拾掉落的材料，木材、金属铁越积越多，很快就填满了苏婉战略储备空间的一半。途中，我们凑够了给苏晴超跑升级的材料。她的超跑升到 LV10，解锁了蓝色技能；升到 LV20，突然亮起一道紫光，解锁了紫色品质技能战车雷达，能扫描1000米内等级不超过自身5级的怪物。这个技能太实用了，苏晴兴奋地说：“以后不用等怪物贴脸，提前就能知道危险。”我一边开车，一边留意爆发突击的进度。技能后面的标识已经变成6%，还差4次使用就能升级。我决定明天再遇到怪物，全用爆发突击解决，尽快把技能升上去。不知不觉，天色暗沉下来，夕阳的余晖透过树林，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百吨王的经验值也攒够了，车载系统提示：等级提升至3级，获得抽奖机会乘1。我找了块空旷的地方停车，今天就到这，休息一晚再走。苏晴立刻用战车雷达扫描四周，确认没有怪物后，才松了口气。周围安全，可以休息。姐妹俩开了一天车，又捡了一天材料，早就累得不行。下车后靠在车边揉着腿，苏婉蹦蹦跳跳地跑到我身边，献宝似的打开空间。江云哥哥，你看，现在有270根木材和10块铁了。她仰着小脸，眼神里满是崇拜。你怎么不给百吨王升级啊？我和姐姐升级都解锁技能了，你的车升级肯定更厉害。我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心里暗笑，这小萝莉还不知道，我第一天就升到3级，速度远超其他求生者。但我还是扯了个谎，我的百吨王升级消耗大，前期先给你们升，咱们车队整体变强才重要。苏婉信以为真，眼睛都红了。一旁的苏晴却皱着眉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她显然不信消耗大的说法，但也没追问，只是默默收拾东西。我从百吨王储物舱里拿出矿泉水和罐头，分给姐妹俩，自己则回到驾驶室抽奖。一道金光闪过，系统提示：恭喜获得金色改进车尾挂钩，隐形效果1万耐久度，被追尾时对对方造成2500耐久损耗，随等级提升。这简直是因人神器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要是有人想从后面偷袭，这挂钩能直接让对方战车报废，而且还隐形，根本防不胜防。装配时没有任何声音，外面的姐妹俩完全没察觉。吃完东西，苏晴打了个哈欠，我先去休息了。小婉，要不要跟我睡超跑？超跑的座椅可以放平，比迷你舒服。苏婉却摇着头，不用了，姐姐，我自己睡就行。苏晴没再多说，
钻进了超跑。我刚准备回车里，苏婉突然拉住我的袖口，小脸上满是紧张。江云哥哥，我有点害怕，总觉得树林里有声音，我能去你的百吨王上休息吗？他仰着小脸，眼神可怜巴巴的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。我看着苏婉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嘴角忍不住一颤。刚才拒绝她姐姐邀请时，她可不是这副害怕的模样。但面对一个合法萝莉可怜巴巴的请求，我实在没法拒绝，只好点头。好啊，副驾驶正好空着，你过来睡吧。苏婉瞬间笑开了花，蹦蹦跳跳的跟着我上了百吨王。车门关闭的瞬间，外面的夜色仿佛被隔绝在外，驾驶室里只剩下仪表盘微弱的绿光。我帮苏婉调好副驾驶座椅，又递过去一条毯子，她接过毯子，小手攥着边缘，脸颊微微泛红。显然，这是她第一次和男生单独待在这么小的空间里，难免有些紧张。我故意逗她，怎么现在不害怕了？苏婉的头埋得更低了，小声嘟囔：“有你在就不怕了。”说着，她突然抬头，飞快地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，然后赶紧转过头，耳朵尖都红透了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就在我准备再说点什么的时候，突然从后视镜里看到一道黑影快速冲来，对方没开车灯，直到离百吨王只有10几米远，我才看清那是一辆普通轿车，有人偷袭。我瞬间警惕起来，伸手将苏婉护在身后。苏婉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呆萌的眼神里满是疑惑。他怎么敢用普通轿车撞百吨王啊？这不是碰瓷吗？一声巨响从车后传来，震得驾驶室轻微晃动了一下。我嘴角扬起一抹冷笑，不用想也知道，那辆车肯定被我刚抽的车尾挂钩教训了。我从座位底下抽出百吨王自带的扳手，对苏婉说：“你在车里等着，我去看看。”刚下车，就看到苏晴也从超跑里出来了，显然她也被刚才的巨响惊醒了。她的目光落在从副驾驶下来的苏婉身上，眼神瞬间变得复杂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苏婉，不打算解释为什么你会从他的车上下来吗？”苏婉被姐姐的眼神看得心虚，赶紧指着车后转移话题：“姐姐，别问这个了，刚才有人偷袭江云哥哥的战车，我们快去看看。”苏晴这才想起正事，脸色一沉，快步朝车后走去。我和苏婉跟在后面，只见百吨王车后，一辆普通轿车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，散落的材料铺满了地面。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瘫坐在地上，一脸懵逼，眼神空洞地看着自己的战车残骸。周平，我认出了他，这家伙就是我刚穿越过来，还没觉醒百吨王时抢走我新手物资的人之一。周平这才反应过来，抬头看到我，眼神里满是惊恐和不解。为什么我的战车直接报废了？我明明只是撞了一下你的后保险杠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，百吨王车尾装着隐形的车尾挂，刚才那一撞，直接让他的战车耐久度减了2500，瞬间报废。我走上前，一脚将他踹倒在地，给气冰了。抢我物资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今天？苏婉也认出了他，气得小脸通红。原来是你，就是你抢走了他的食物和水。苏晴皱着眉，看着地上的材料，又看了看瘫在地上的周平，沉声道：“看来不止他一个人来。”话音刚落，远处就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，显然周平的同伙也来了。我握紧手里的扳手，眼神锐利起来，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我握着扳手的手紧了紧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新仇旧恨，今天正好一起算。刚要挥下扳手，周平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：“哥，别打我，我已经退出之前的车队了。我还能告诉你他们的去向，还有我同伙王海山的位置。”我挑了挑眉，收回扳手，坦白说：“包括你为什么来偷袭。要是有一句假话，后果你知道。”周平咽了口唾沫，哆哆嗦嗦的开口：“我和王海山的战车都是普通轿车，被之前的车队抛弃了，他们还抢了我们的物资。今天看到你的百吨王这么厉害，还有2位美女跟着，就想把战车和物资都抢过来，以后也能在求生路上好过点。”所以你不是知道错了，只是知道你要死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心里没有丝毫同情。这种为了生存就抢别人物资，还想夺车劫人的货色，留着只会是隐患。没等他再求饶，我举起扳手，狠狠砸在他身上。周平的惨叫声很快消失，我又逼问出王海山的位置，他就在前面几公里的森林路段等着接应。确认没遗漏信息后，我随手把周平的尸体拖进旁边的树林。转身时，看到苏晴和苏婉正站在不远处，眼神里没有丝毫害怕，反而满是关切。江云哥哥，打累了吧？快喝口水。苏婉递来一瓶矿泉水，苏晴也走过来，地上纸巾没伤到自己吧？刚才可你用了不少劲。看着他们关切的模样，我心里一暖，接过水喝了一口。我没事，你们去清点一下他战车分解的材料，应该够你们升级了。姐妹俩立马行动起来。苏婉用战略储备空间收材料，苏晴则在一旁清点。木材120根，基础铁8块，还有2瓶矿泉水。加上之前存的材料，2人的战车刚好能升到3级。苏晴的超跑升到3级后，战车雷达的扫描范围扩大到1500米。苏婉的 mini 则提升了速度，从60公里每小时整到80公里每小时。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，我开玩笑道：“这周平也算是好人了，知道咱们缺材料，专门送上门来。”休整片刻后，我看向森林路段的方向，王海山还在前面等着，我去解决他。苏婉立刻拉住我的袖口，眼神里满是担忧：“我跟你一起去，我怕你一个人有危险。”我笑着抱了抱他。经过刚才的亲近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些。好，那你跟紧我，苏晴你在后面接应，注意观察周围情况。苏晴看着我和苏婉的互动，眼神微微眯起，轻声道：“你们小心点，森林路段狭窄，可能有埋伏。”车队出发后，
我开着百吨王在前，苏婉的 mini 紧随其后，苏晴的超跑断后。按照周平的说法，王海山就在前面的森林路段，那里树木密集，只能过小型车辆。他大概觉得我的百吨王进不去，所以一点都不担心。没过多久，前方就出现了森林的影子。刚进入路段，远处突然传来刺眼的光束，是王海山的车道。他显然也看到了我们，还以为是周平回来了，正开车迎过来。我嘴角上扬，握紧方向盘。王海山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百吨王虽然体型大，但在我的操控下，避开树木完全没问题。而且我还没试过在狭窄路段用爆发突击，今天正好拿它练练手。黑漆漆的夜里，王海山的车刚拐进森林路段，就被百吨王的远光灯直直照住。我能想象到他的狼狈，强光刺得他睁不开眼。等他好不容易适应光线，看清迎面冲来的庞然大物时，脸色肯定瞬间惨白。果不其然，王海山的小轿车猛地打了个方向盘，朝着树林里窜去。他大概觉得森林里树木密集，我的百吨王体型大，肯定追不上他，哪怕遇到哥布林，也比被百吨王撞成碎片强。想跑，我嘴角一歪，脚下的油门踩得更重。百吨王的引擎发出震天的咆哮，车身直接撞进树林，一些手臂粗的小树被车头尖刺直接拦腰截断。就算是成年男人腰围粗的大树，也被百吨王硬生生撞得连根拔起，木屑飞溅，却根本挡不住这头钢铁猛兽的脚步。后视镜里，苏婉的 mini 和苏晴的超跑紧紧跟着，只是速度慢了些。我能猜到他们有多震惊，大概从没见过有人开着重型半挂在树林里横冲直撞，还这么轻松。王海山的小轿车在树林里绕来绕去，试图用树木阻挡我，可他忘了，百吨王的优势从来不是灵活，而是碾压。我看着仪表盘上不断拉近的距离，直接激活爆发突击，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爆发，百吨王化作一道残影，瞬间追上小轿车。一声巨响，小轿车被百吨王直接撞飞，重重砸在一棵大树上，瞬间分解成满地材料。王海山则被甩了出去，刚落地就被百吨王的车轮碾过，成了又一个减速带。我停车下车，脑海里立刻传来系统提示：紫色改件，车头天赐耐久度耗品，已报废分解，获得紫色金货诚意。百吨王经验值100，等级提升至 LV4，获得抽奖机会诚意。看着手里那颗泛着紫光的金魄，我皱了皱眉。之前在哥布林领地听说过紫色金魄，却不知道用途，系统也没给提示，只好先收进兜里，准备回头再研究。刚要启动抽奖，就听见苏婉的声音：“江云哥哥，我们来啦！”他一蹦一跳的跑过来，先拉着我的胳膊检查有没有伤口，确认我没事后，才跟着苏晴去清点材料。可没等他们收拾完，苏晴的超跑突然响起警报声，她的声音带着惊慌，通过对讲机传来：“不好了，我的战车雷达扫描到大量怪物，大概30只，正在朝着我们这边包围过来。”我心里一沉，30只怪物，而且是在树林里。苏婉的 mini 和苏晴的超跑根本扛不住。更麻烦的是，我的车头尖刺刚报废，少了主要的杀伤手段。快上车！我立刻喊道。先离开树林，回到公路上。苏婉和苏晴也不敢耽误，赶紧把材料收进空间，跳上车。我开着百吨王在前开路，刚冲出树林，就看见远处的黑暗，10几道绿色的身影正朝着这边跑来，是哥布林，而且看体型还有不少精英哥布林。我咬了咬牙，虽然没了车头尖刺，但百吨王还有13000的耐久，硬闯应该没问题。可就在这时，苏晴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带着更浓的恐慌：“江云，雷达显示还有更高级的怪物在后面，已经至少5级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5级的怪物恐怕不是光靠耐久就能扛住的。我赶紧调出抽奖界面，默念抽奖，现在只能指望新的抽奖奖励能救急。刚系好安全带，我突然想起还没抽奖，赶紧在心里默念。一道红光闪过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：恭喜获得红色改件追踪飞弹，锁定目标后发射，造成小范围爆炸伤害，无限弹药，每小时装填1枚，上限2枚。专属效果，获得制式手枪100，可通过天赋升级自动填充弹药。我眼睛瞬间亮了，追踪飞弹是远程大杀器，制式手枪更是补上了我个人战力的短板。正兴奋着，百吨王车顶传来咔嗒的机械声，一架银白色炮管缓缓升起，中控屏上多了个红色按钮，同时一把泛着冷光的手枪凭空落在副驾座位上。我拿起手枪看了眼属性，弹药自动填充，还能升级，简直完美。江云，你怎么不动？车子出问题了吗？苏晴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带着担忧：“不行就先上我的车，我们一起撤。”不用，你们待在车里别乱动，看我解决。我对着对讲机说完，刚要启动战车，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同时在3辆车里响起，警告：遭遇精英哥布林乘29。抬头一看，树林里黑压压的绿色身影涌了出来，每只精英哥布林都拎着钢铁狼牙棒，呲着牙朝我们冲来。苏婉在对讲机里倒吸一口凉气，那么多精英哥布林，我却淡定地按下中控屏上的红色按钮，锁定目标，发射飞弹。冰冷的机械音响起，车顶的炮管对准哥布林群中心，一枚飞弹呼啸而出，轰！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火光冲天。飞弹落地的地方，10几只精英哥布林直接被炸飞，剩下的也受了重伤，慌不择路的四散逃跑。我没给他们机会，再次按下按钮，第2枚飞弹紧随其后，又解决掉几只，最后只剩3只还能动弹，却也瘫在地上爬不起来。我推开车门，掏出手枪捅过去，砰砰砰3枪，干脆利落解决掉残血的哥布林。子弹打完的瞬间，手枪自动填充，弹夹又满了。我的天！苏晴和苏婉也下了车，看着满地的哥布林残骸和爆炸痕迹，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。苏婉凑过来，
盯着我手里的手枪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张云哥哥，你这枪哪来的？还有刚才那会爆炸的飞弹，咱们的求生难度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我笑着收起枪，都是百吨王的新改件，刚抽的。正说着，地面突然轻微震颤起来，远处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像是有巨物在靠近。不好，可能是哥布林首领。我心里一沉，刚要让姐妹俩上车，身后突然传来呼呼的风声，本能让我猛地往旁边扑去。下一秒，我刚才站的地方被一柄巨斧砸中，地面直接现出个大坑，碎石飞溅。抬头一看，一只足足5米高的哥布林站在不远处，绿色的皮肤布满肌肉，手里的巨斧比我还高，斧刃上还沾着暗红色的血迹。他盯着我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，显然就是哥布林首领。苏晴、小婉，快上车！我一边喊，一边掏出手枪朝着首领开枪，子弹打在他身上，却只留下几个小血洞，根本没造成实质伤害。哥布林首领怒吼一声，拎着巨斧朝我冲来，每一步都让地面颤一下。我不敢硬拼，转身就往百吨王跑。还好刚才没关车门，一屁股坐进驾驶位，猛地踩下油门，百吨王的引擎咆哮起来，车身快速后退，刚好避开首领的巨斧。现在怎么办？他皮太厚了，飞弹还在冷却。苏晴的声音带着焦急从对讲机里传过来。我看着后视镜里紧追不舍的首领，嘴角却扬起一抹冷笑。飞弹冷却没关系，百吨王还有最原始的杀招，坐稳了，咱们跟他硬碰硬。我头也不回的朝着百吨王狂奔，刚钻进驾驶室，还没来得及关车门，就看见前方那道如小山般的身影，哥布林首领。5米高的身躯裹着虬结的绿色肌肉，皮肤下青筋暴起，手里那柄沉重的长斧比百吨王的轮胎还粗，光是他站在那里就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和之前的精英哥布林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苏晴、小婉，你们赶紧往公路撤，别管我！我对着对讲机嘶吼，手指拧动钥匙，百吨王的引擎瞬间爆发出咆哮，可哥布林首领已经逼近，巨大的脚掌踩在地上，震得驾驶室都在轻微晃动，仪表盘上的指针都跟着颤了颤。苏晴的声音带着担忧传来，我们帮你一起。别废话，你们留着只会拖后腿。我果断打断他，狠狠踩下油门，赶紧走。等我解决他就去找你们。这处地形狭窄，周围全是粗壮的树木。百吨王体型庞大，倒不如直接进攻，用百吨王的重量和速度跟他硬碰硬，爆发突击。我在心里默念，技能瞬间激活，仪表盘上的速度指针从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瞬间飙升到350公里每小时。百吨王化作一道黑色残影，车头直直撞向哥布林首领的胸膛。哥布林首领手里的巨斧瞬间脱手，旋转着插进旁边的树干里，树干直接被劈成2半。他庞大的身躯重重摔在地上，地面都陷下血块，半天才挣扎着想要起身。车载系统立刻弹出提示：百吨王受到撞击，耐久度130。我挑了挑眉，这首领确实比精英哥布林耐撞，不过130的耐久损耗，对13000的总耐久来说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我扫了眼追踪飞弹的冷却时间，还有40分钟，暂时指望不上这大杀器。但看着还在地上挣扎，眼神里满是愤怒的哥布林首领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索性不省什么耐久了，挂档，踩油门，百吨王再次加速，车头对着首领的身体直直冲过去，车轮直接从他的胸膛上碾过去，车轮压过肉体的声音格外刺耳。哥布林首领发出痛苦的哀嚎，绿色的血液溅在轮胎上，顺着轮毂往下滴。我丝毫没停，又迅速挂到档。百吨王倒车时再次碾过，直到首领的哀嚎变成微弱的呻吟，身体被碾得彻底贴在地面，连四肢都扭曲成了诡异的角度。击杀哥布林首领，掉落紫色精魄成因。系统提示音响起时，我才终于熄了火。推开车门下车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哥布林首领的尸体已经被压得不成样子，骨骼和内脏都碎成了渣，绿色的血液浸透了地面。我弯腰捡起地上泛着紫光的精魄，表面带着细微的纹路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紫色精魄需要击杀哥布林首领才能掉落。看来这精魄的价值远比那些普通材料高得多。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用途，只能先揣进兜里，后面再慢慢研究。苏晴、小婉，你们可以回来打扫战场了。首领解决了，我对着对讲机说道。刚才紧绷的神经一放松，困意瞬间涌了上来。从追往海山到跟首领折腾，加上之前几乎没休息，眼皮重得像灌了铅，连站着都有点晃。很快，对讲机里传来苏婉的声音：“江云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，我们马上回去。”没一会儿，远处就传来梅里克超跑的引擎声，2道车灯刺破夜色，朝着我这边驶来。等二人停好车，看到地上的惨状时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苏婉凑到我身边，拉着我的胳膊小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刚才听声音好吓人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强撑着困意说没事，就是有点困。刚才击杀精英哥布林，掉了不少材料和食物，你们赶紧清点一下，我先在车里睡会儿。说完，我转身爬上百吨王的驾驶室，往座椅上一靠，没几秒就陷入了沉睡。苏晴看着我熟睡的模样，轻轻地说：“咱们动作快点，别吵得他休息。”姐妹俩默契的分工，苏婉用战略储备空间收材料，苏晴则专门清点那些包装完好的罐头和矿泉水。夜色里，两姐妹忙碌的身影和我沉稳的呼吸声在树林缓缓流淌着。苏婉打开战略储备空间，蹲在地上捡木材和金属铁，叮叮当当的把材料往里塞。苏晴则负责清点那些散落的罐头，时不时把矿泉水瓶堆拢到一起。直到苏婉拍了拍空间，一脸无奈地说：“
姐，装不下了，空间都满了。两人才停下手里的活。就在苏婉转身要回 mini 时，苏晴突然叫住他。小婉，过来跟我睡超跑。他脸上挂着和善的笑，眼神却带着点不容拒绝的意味。顺便跟姐姐说说，为什么昨天早上你会从她的车上下来？苏婉瞬间僵住，耳朵尖都红了，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。我这一觉睡得格外沉，直到刺耳的警报声猛地把我惊醒。警告，战车已进入黑雾10公里范围内，请立即前进。系统提示连响3次，我瞬间清醒，揉了揉眼睛往车外看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，可远处的地平线尽头却有一片铺天盖地的黑色浓雾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席卷而来，像一头吞噬一切的巨手。对讲机里立刻传来苏晴的声音，带着急促：江云，黑雾来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苏婉的声音也跟着响起。我已经启动车子了。我连忙钻进驾驶室，打火、挂挡、踩油门，百吨王的引擎再次咆哮起来。3辆车沿着原路往大道上冲，刚驶出树林，就能清楚看到黑雾离我们越来越近，那股压抑的气息，连车窗都挡不住。别慌，黑雾速度只有50公里每小时，咱们能甩掉它。我对着对讲机安抚道，心里却没什么紧张。哥布林首领都被碾死了，这一路应该不会再有怪物拦路，只要保持速度，就能轻松脱身。等车子平稳行驶在大道上，我又补充道：“你们把昨天捡的材料都用了，试试能不能升到5级。”昨晚跟首领打完，我心里就有个猜测，精英哥布林和首领差2级，战力却天差地别。说不定5级就是个分水岭，求生者的战车升到5级也会有质的飞跃。姐妹俩一听，立刻行动起来。苏婉对着mini默念升级指令，车身亮起淡蓝色的光。苏晴也在超跑里操作，仪表盘上的数据不断跳动。没一会儿，2道提示音先后传来。我升到5级了。苏婉的声音满是兴奋。解锁了蓝色技能共享，能连接4辆战车，把最快战车20%的速度共享给其他车，还没有冷却时间，而且我的车速度涨到80公里小时了。紧接着是苏晴的声音，带着点惊喜。我的超跑也到5级了，速度120公里小时，耐久度翻倍，还解锁了蓝色改建，自动巡航，可以绑定1辆战车，自动跟随，就算我不在车上也能跟着走。不过好像没什么用。这改件太有用了，我立刻开口。苏晴，你绑定百吨王，以后就能直接来我车上，不用一直盯着超跑。苏婉也跟着起哄。对呀，姐姐，你在他车上还能陪他说话呢。她说这话时，语气里满是羡慕，大概是想起了昨晚在百吨王副驾驶的时光。苏晴的声音顿了顿，大概是在犹豫。过了几秒，她才小声说：“真的能行吗？”大概是昨晚苏婉说有安全感的话，让她也动了心思。当然行，我笑着说，副驾驶空着呢，有个穿职业装的美女陪着，开起车来都更有劲儿。苏晴没再推脱。很快传来绑定成功的提示音，他推开车门，走到百吨王旁，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，身上的黑色职业装还带着点清晨的凉意。这时，苏婉的声音又传来：“江云哥哥，我启动共享了，现在咱们3辆车的速度都能维持在100公里小时左右。”仪表盘上的速度指针果然稳定在100，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。我看了眼后视镜，那片黑色浓雾已经被甩得越来越远，渐渐变成了天边的一抹黑影。苏晴坐在副驾驶，偶尔会看向窗外，又会悄悄瞥我一眼，耳根微微泛红。我握着方向盘，心里突然觉得踏实，有百吨王的战力，有姐妹俩的新技能，就算后面再遇到黑雾或者怪物，我们也能从容应对。这场求生之路好像越来越有底气了。百吨王的引擎平稳轰鸣，我们3辆车在大道上疾驰，很快就驶出了哥布林领地的边界。刚越过界碑，一道系统广播突然在脑海里响起：已离开哥布林领地，统计战果：击杀杂鱼哥布林72只，普通哥布林63只，精英哥布林48只，哥布林首领1只。你的百吨王战车成为 MVP， 评分献彩，发放新彩光勋章1枚。话音刚落，一枚泛着七彩光泽的勋章就落在我掌心，做工精致，却没有任何属性介绍。我随手揣进兜里，心里嘀咕，大概就是个好看的装饰品，不如追踪飞弹实用。一旁的苏晴却突然红了脸，手里捏着一枚白色勋章，耳根都在发烫。我瞥了眼她的界面提示，忍不住笑出声。你离开哥布林领地，击杀怪物灵芝。你的超跑战车被评为讨厌狗，评分白色，发放白色荣誉勋章1枚。苏晴见我笑，轻轻掐了下我的胳膊，小声抱怨：还不是因为你太能打，根本没给我出手的机会。我握住她的手，笑着没说话。有百吨王在，确实不用他们冒险。又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百吨王的经验条终于满了。系统提示：百吨王升级至5级，耐久度提升至28000，速度提升至100公里小时，获得抽奖机会成1。我立刻默念抽奖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提示音响起：恭喜获得新色改装合金装甲，可为战车装备一条5万耐久度的装甲，装甲未清零前，任何攻击不伤害战车本体，是否立即使用？立即使用！我毫不犹豫地回应。眨眼间，百吨王的车身覆盖上一层银白色合金，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，看起来更像一头钢铁巨兽。后视镜里，苏婉的 mini 明显放慢了速度，大概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。刚才还漆黑的百吨王，怎么突然换了皮肤？驾驶室里，我一手扶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轻轻搭在苏晴的黑丝腿上，她身体微微一颤，却没有推开我，只是脸颊更红了。我知道她心里清楚，跟着我虽然安全，却也需要付出。她们姐妹俩能留在车队，靠的不只是最初的救援情分，更多的是彼此的价值交换。苏晴聪明，自然懂这个道理。就在这时，前方路面出现3辆战车的影子。苏晴眯起眼，轻声说：“是之前抢你物资的那个车队的人。”
我记得他们的车标。我眼神一冷，直接激活爆发突击，百吨王的速度瞬间飙升到300公里每小时，银白色车身化作一道残影，朝着最末尾的战车冲去。那辆车的车主显然听到了动静，从反光镜里看到百吨王，吓得方向盘都没握稳。我能想象到他的恐慌，这么大的巨物冲过来，被撞一下绝对粉身碎骨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百吨王已经撞上他的车尾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战车瞬间分解成满地材料，车主则被车轮碾过，成了又一个减速带。前面2辆车见状，立刻停下，2个车主跳下来，高举双手大喊投降。可看清我的脸后，眼神里突然闪过贪婪，大概是觉得我们只有3个人，又有2个美女，想反过来抢百吨王。我冷笑一声，掏出手枪，对处于我最近的车主砰的就是一枪，子弹正中他的额头，他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挺挺的倒在地上。我看着他的尸体，感慨道：年轻真好，倒地就睡。另一个车主吓得腿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：大哥饶命，我只是跟着他们混的，不是主谋。我蹲下身，逼问出他们车队的情况。队长叫李洛川，战车是辆高耐久越野车，为人霸道，不听话的队员会被他分解战车。这3人就是因为怕被分解，才偷偷跑出来的。李洛川，高耐久越野车，我笑了，在百吨王面前，再高的耐久也只是大一点的减速带。问完信息，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结束了他的性命。苏晴走过来，看着地上的材料说：这2辆车分解的材料不少，不过战车升到5级后，升级需要新核能源，不再只是木材和铁了。我点点头，到丧尸领地再找，新手期的掉落应该不难。说完，我回到百吨王，挂挡到车拉开距离，再次激活爆发突击，剩下2辆车也被撞成材料，爆发突击的经验条也涨了1级。刚下车，苏婉就跑过来，一脸疑惑地看着苏晴：姐姐，你腿上的丝袜哪去了？苏晴的脸瞬间红到耳根，慌乱地拉了拉裙摆。我在一旁忍不住笑，刚才打闹时黑丝不小心被勾破了，她大概是偷偷脱了藏起来，没料到被妹妹发现了。苏晴瞪了我一眼，又对着苏婉含糊道：刚才不小心勾破了，没什么。苏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转身去收拾材料。我看着苏晴窘迫的样子，凑到她耳边小声说：回头给你换双新的，比这个更好看。她耳尖发烫，轻轻嗯了一声，没再反驳。阳光洒在银白色的百吨王上，远处的丧尸领地边界隐约可见。我知道接下来的路会更危险，但有合金装甲的保护，有姐妹俩的辅助，还有百吨王的战力，就算是丧尸潮，我也有信心闯过去。苏婉叉着腰，瞪着苏晴，小脸满是不忿。姐姐，你就说为什么在他车上待了会儿，丝袜就没了？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？Look at my eyes。她学着之前苏晴的语气，故意板起脸，模样又凶又可爱。苏晴的脸瞬间红到脖子根，慌乱的别过脸，假装整理头发。小孩子家别管这么多，赶紧收拾材料。说着就拉着苏婉往材料堆走。苏婉气呼呼的蹲下身，可没一会儿，她突然眼睛一亮，举着个银色零件喊道：他们的车也掉了，自动巡航改建，我也要把车绑定百吨王，跟你们坐一块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背着我干什么坏事。她晃着改建，一副你不答应我就闹到底的模样。我无奈的笑了笑，行，绑定吧，不过车上可没那么多位置，你只能挤挤。苏婉立刻欢呼着跑去操作，没一会儿，她的美女就跟在超跑后面，自动跟随着百吨王。车队再次上路，我踩下油门，百吨王平稳加速，右手不自觉地搭在苏晴的大腿上，她轻轻拍了下我的手，却没真的推开。一旁的苏婉突然凑过来，眨着大眼睛：我就知道你们有秘密，不过你都亲过我了，难道要把我和姐姐都收下来？这话一出，苏晴的脸更红了，伸手捏了捏苏婉的脸：别胡说。我笑着打圆场，先赶路，到了丧尸领地再聊这个。姐妹俩这才没继续追问，车厢里只剩下引擎的轰鸣声。又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远处的路牌渐渐清晰，浣熊镇入口，丧尸领地边界。这时，百吨王的经验条满了，系统提示：百吨王升级至6级，获得抽奖机会乘1。我立刻默念抽奖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提示音响起。恭喜获得金色专属改进空间拓展，可拓展驾驶室空间，增加卧室、厨房、浴室等房间，每升5级增加1个空间，当前上限1，是否立即使用？立即使用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卫浴。休息能睡座椅，吃饭有罐头，可每次方便都要下车，既不安全又麻烦，尤其是在危险的领地，洗澡更是奢望。随着改建激活，百吨王的驾驶室后方突然多出一道门，推开就是一个小巧的卫浴间，热水器、马桶、洗手池一应俱全。虽然空间不大，却足够实用。苏晴和苏婉凑过来看，眼睛都亮了。苏晴说：居然还有卫浴，以后再也不用下车冒险了。苏婉更是兴奋地摸了摸水龙头。江源哥哥，你也太会选了。就在这时，系统警报突然响起：警告，已进入丧尸领地，危险等级5星，可掉落面包、淡水、木材、金属、铁芯、生化血清、金矿，包括劳力2丧尸、劳力2丧尸犬、劳力3畸形种、劳力4步行者、劳力5暴君、劳力1期未知。警告，领地内存在热武器威胁，可绕路、停留转走，果冻小的。热武器！我冷笑一声，直接一脚油门踩，百吨王冲进浣熊镇。别说热武器，就算是导弹，5万耐久的合金装甲也能扛。而且这里能找到升级用的新核能源，还能顺点枪支提升车队战力，怎么可能不？刚进阵地，百吨王的引擎声就吸引了一群丧尸。系统提示：遭遇丧尸19只。我没减速，直接将油门焊死。银白色的车身像钢铁巨兽般碾过丧尸群，轮胎压过肉体的闷响，此起彼伏，
却丝毫没影响百吨王的速度。19只丧尸瞬间变成轮胎下的肉泥，地上只掉了几瓶淡水和一块面包。不用下车捡，我对着姐妹俩说，从丧尸堆里捡的食物不安全，而且这点东西不值得冒险。苏晴和苏婉都点头同意。我们继续驱车前进。接下来的路程里，又遇到了几波丧尸围堵，最多的一次有30多只，还夹杂着几只丧尸群。可不管数量多少，最终都成了百吨王的铺路石，连让百吨王掉一点耐久的机会都没有。合金装甲的防护力远超我的预期，行驶了大概5公里，百吨王再次升级。系统提示：默认为百吨王升级至7级，获得抽奖机会成立。我默念抽奖，一道红光闪过，提示音响起。恭喜获得红色被动技能晋级的巨轮，战车体型增加，耐久度上限提升，每突破1次等级锁，体型继续增加，无上限。百吨王突然震动了一下，车身肉眼可见的变大了一圈，驾驶室也宽敞了不少。苏晴和苏婉同时惊呼：发生了什么？车子怎么变大了？我看着仪表盘上新增的耐久度数据，已经涨到35000，忍不住笑了。新技能让百吨王变大了，还加了耐久，以后咱们的座驾会越来越大。就在这时，前方街道传来枪声，还有人类的呼喊声。我眯起眼说：前面有人，咱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打听下星河能源的消息。苏晴和苏婉立刻警惕起来，苏晴还握紧了我之前给她的手枪。百吨王继续前进，枪声越来越近。我知道踏入丧尸领地的第一波热闹要来了。百吨王突然的变化让姐妹俩紧张起来，手都不自觉地抓紧了座椅。我笑着解释：别担心，是百吨王升级了，新技能让车身变大了，视野高了反而更安全。嘴上说的淡定，心里却早已激动的不行。打开属性面板，耐久度已经涨到35000，体型比之前大了近1/3，合金装甲的防护还在。现在的百吨王不需要任何花里胡哨的操作，光靠数值就能碾压一切。我又想起进击的巨轮里提到的等级锁，琢磨着应该是5级、10级这样的分水岭。别人的战车越往后升级越难，可我有唯一天赋，只要碾过怪物，升级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正想着，车载广播突然响起：警告，遭遇丧尸13只，遭遇丧尸群8只。坐稳了！我喊了一声，直接踩下油门，百吨王瞬间提速，银白色的车身像一头失控的巨兽，直奔前方的丧尸群冲去。轮胎压过丧尸躯体的扑哧声，丧尸犬的哀嚎声混在一起，却丝毫没影响百吨王的速度。不过几秒钟，13只丧尸和8只丧尸犬就全成了轮胎下的肉泥。车载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我踩下刹车，转头对姐妹俩说：你们待在车上别乱动，我下去捡血清。刚推开车门，就看到不远处有只丧尸还在抽搐。我掏出手枪，砰的一声结束了他的痛苦，弯腰捡起地上那只装着蓝色药液的针管，生化血清，说不定后面能用来应对丧尸病毒，得好好收着。回到车上继续前进，没走多远，就看到2辆破轿车横在路中间，路边站着几个拿着木棍的男人，为首的还对着我们挥手，看架势是想拦路打劫。我忍不住笑了，就这装备还敢拦百吨王？我连刹车都没踩，直接碾了过去。车身撞飞破轿车的瞬间，还听到那几人惊慌的叫喊声，可百吨王连速度都没减，直奔浣熊镇中心而去。没过多久，车载雷达突然探测到后方有大量怪物逼近，我通过后视镜一看，只见黑压压的丧尸群正朝着我们，前面还跟着一辆越野车，车身上印着个骷髅头标志，那是刚才劫匪的同伙。苏晴皱起眉，握紧了手枪。车载系统突然提示：警告，你的战车受到嘲讽效果，将成为范围内所有怪物的攻击目标，操控设计时间9分钟。我瞬间明白过来，这是劫匪的阴招，把丧尸的仇恨都引到我身上。可我非但不慌，反而笑了，想让尸潮收拾我，真是打错了算盘。我抬手按了2下中控屏上的红色按钮，车顶的炮管立刻对准那辆越野车，咻咻2枚追踪飞弹呼啸而出，轰轰2声巨响，越野车瞬间被炸成碎片，车主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被火焰吞噬。与此同时，我狠狠踩下油门，激活爆发突击，百吨王的速度瞬间飙升到600公里每小时，径直冲进尸潮里。轮胎碾过丧尸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体型变大后的百吨王更具冲击力，前排的丧尸直接被撞飞，后排的则被车轮碾成肉泥。苏婉趴在车窗边，看得眼睛都直了，太厉害了，这简直就是推土机啊！车载系统又响起提示：追踪飞弹经验值已满，升级至1级，解锁红缨改变专属效果，加特林固定即将成一，子弹一天发，每3小时自动填充弹夹。我眼前一亮，立刻喊道：小婉，快站到车座上，车顶的加特林能启动了，对着尸潮扫射。苏婉兴奋地答应一声，踩着座椅爬到车顶，握住加特林的枪柄，扣下扳机，哒哒哒，密集的子弹喷吐出，前排的丧尸瞬间被打成筛子，原本涌来的尸潮瞬间被撕开一道口子。苏晴用手枪精准射击漏网丧尸群，原本让人头皮发麻的尸潮，在百吨王和加特林的配合下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。等到嘲讽效果还剩3分钟时，周围的丧尸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地上只留散落的物资。苏婉抱着加特林，气喘吁吁地爬回车内，一脸兴奋。太爽了，第一次打这么过瘾。我看着仪表盘上几乎没怎么掉的耐久度，又看了眼加特林，心里满是底气。有百吨王的碾压战力，再加上加特林的火力，就算遇到更强的丧尸，也能轻松应对。正准备继续前进，车载雷达突然探测到前方有能量反应，我眯起眼，前面说不定有星河能源，咱们过去看看。百吨王停在尸潮清理后的空地上，苏晴和苏婉拿着袋子下车，蹲在地上收拾散落的材料。
木材、金属铁，还有几瓶没被压碎的淡水。可没收拾多久，苏婉就皱着眉跑回来。我的剁椒鱼头空间满了，剩下的材料装不下来。我想了想，从兜里掏出之前击杀哥布林首领得到的紫色精魄，递给他，试试这个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这精魄对我没什么用，毕竟百吨王的改建和技能都是红品、精品，倒不如给苏婉试试能不能提升她的技能。苏婉接过精魄，刚握在手里就惊呼起来：有提示说能进阶我的技能，可以选战略储备或者共享，进阶成紫色的成功率有92%。我点点头，用掉吧，先升战略储备，空间大了后面装材料也方便。苏婉立刻答应，握紧精魄默念指令。只见他的 mini 车身亮起紫色光芒，光芒散去后，他兴奋地喊道：空间涨到100立方了，还多了自动拾取功能，不过只能捡我自己战车掉落的东西。不错了，我笑着说，现在先把材料装完，等以后技能升到金色，说不定就能拾取车队所有掉落。姐妹俩干劲十足，很快就把剩下的材料收进空间，连地上的弹壳都没放过，说不定后面能用来做弹药。走，去找之前拦路的劫匪算账。我启动百吨王，眼神冷了下来，敢用嘲讽引尸潮害我，就得有当减速带的觉悟。苏晴和苏婉也点头，刚才的尸潮虽然被轻松解决，但那种被算计的感觉并不好受。按照车载雷达的定位，我们很快找到那伙劫匪的藏身地，一处废弃的加油站，停着3辆战车。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直接激活爆发突击，百吨王瞬间冲过去，车头撞飞2辆战车，剩下1辆被加特林打成筛子。劫匪们刚跳下车想跑，就被苏晴用手枪精准击倒，没一个活口。解决完劫匪，系统提示响起，苏晴超跑升级至 LV7，苏婉迷你升级至 LV7。姐妹俩的战车又提升了战力，苏晴的自动巡航范围扩大，苏婉的共享技能能共享30%的速度。该去会浣熊镇的大任务了。我看着地图上标注的城镇中心，那里有暴君的能量反应，解决了它，说不定能找到星河能源。百吨王朝着城镇中心驶去，刚转过一个街角，就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镇的地面都在轻微晃动，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坍塌的矮楼后走出来，是暴君。虽然只有3米高，比百吨王矮了不少，但他身上穿着厚重的黑色战甲，后背装着2门小型炮管，手臂上还嵌着加特林机枪，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，光是站在那里就让人头皮发麻。这就是浣熊镇的最大拦路虎。苏晴握紧了手枪，眼神警惕。苏婉也紧张地扒着车窗，不敢出声。暴君看到百吨王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朝着车头冲来。他的速度远超普通丧尸，眨眼间就冲到百吨王面前，一双铁拳带着恐怖的力道，狠狠砸在车头的合金装甲上。当一声巨响，银白色的装甲上出现了一道细微的凹痕，百吨王甚至被震得后退了半步。合金装甲耐久度500。车载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我不屑地笑了。就这，暴君的实力确实比普通丧尸强太多，能打掉500耐久已经很惊人。但百吨王的合金装甲有5万耐久，就算站着让他打，也能承受100次，更别说我根本不会给他机会。暴君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拳头，发出一声愤怒的怒吼，显然没料到百吨王的装甲这么硬。没等他再次攻击，我直接激活爆发突击，百吨王的速度瞬间飙升，车头狠狠撞在暴君身上，砰！一声闷响，暴君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，接连撞他2栋矮楼才停下，扬起大片烟尘。烟尘中，暴君一动不动，像是被撞晕了。不是吧，这么脆？我挑了挑眉，有点意外。虽然知道暴君不是百吨王的对手，但这也太不经打了。你真是7级爆！我没等烟尘散去，直接踩下油门，百吨王朝着暴君的位置冲去。既然他倒地了，那就触发连招，车轮狠狠碾过暴君的身体，传来咔嚓的骨骼碎裂声。原本一动不动的暴君突然挣扎起来，显然是装死。他身上的战甲已经被碾得粉碎，嘴角溢着黑色的血液，眼神里满是惊恐和愤怒。他大概没料到我居然会补刀，而且还是用车轮反复碾压，装不下去了。我冷喝一声，猛打方向盘，百吨王再次倒车，车轮又一次碾过暴君的身体。任何生命从我的轮胎下逃脱，都是在打百吨王的脸，这可不能忍。而这时刚刚转过来，你就看见2发炮弹直直的打过来，2炮连在一起。我猛打方向盘，百吨王庞大的车身在狭窄的街道上灵活调转，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可刚转过弯，就见2道火光朝着车头飞来，是暴君背后的炮管发射的炮弹。2发炮弹接连炸开，冲击波将百吨王震得微微晃动，车身覆盖的银白色合金装甲上瞬间多了2道焦黑的痕迹。合金装甲耐久度1900。车载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苏婉被爆炸声吓了一跳，紧紧抓住座椅。可看清百吨王只是轻微晃动后，又松了口气，拍着胸口说：吓死宝宝了，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原来就是样子货。我也忍不住感叹，这合金装甲是真肉，2发炮弹也就刮点皮。别说现在，就算再来10发，只要没把50000耐久炸光，百吨王本体就不会受损。原本以为暴君只会近战，没想到还藏着远程炮。既然他先动了杀招，那我也没必要手下留情了。此时，暴君见炮弹没效果，急得红了眼，手臂上的加特林机枪开始疯狂扫射，哒哒哒，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落在合金装甲上，发出清脆的叮叮声，却连一道划痕都没留下，跟挠痒痒没区别。苏晴看着窗外，忍不住笑道：这暴君怕是要气疯了，他的武器在百吨王面前根本没用。就在这时，车载系统提示：追踪飞弹装填完毕，可发射。我眼神一冷，抬手按下中控屏上的红色按钮。既然你喜欢用炮，那我就回赠你2发。
车顶的炮管缓缓转动，对准还在扫射的暴君，两道火光瞬间射出，追踪飞弹在空中划过幽冥的弧线，朝着目标飞去。暴君瞬间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，浑身肌肉紧绷，原本疯狂扫射的加特林也停了下来。他大概意识到这飞弹的威力，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，转身就跑。两条粗壮的短腿导成的飞快，想要躲开攻击，可追踪飞弹如同复古之驹，紧紧跟在他身后，无论他怎么拐弯，都甩不掉。轰轰，两声巨响接连传来，飞弹在暴君身边炸开，黑色的烟尘瞬间笼罩了他。烟尘散去后，暴君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，一条手臂被炸飞，躺在不远处，显然已经重伤。苏婉趴在车窗边，撇了撇嘴，又装死，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我知道暴君这次不是装死，他先是被百吨王的爆发突击撞飞，又被车轮反复推压，现在再挨2发飞弹，就算是7级暴险也扛不住。但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踩下油门，百吨王缓缓驶向暴君，车轮再次碾过他的身体，咔嚓的骨骼碎裂声传来。这次暴君再也没有任何动静。击杀暴君，掉落紫丝天赋乘3，金色加特林机枪乘1，紫丝肩炮乘2。车载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浣熊镇的最大拦路终于解决了。下车后，我捡起地上的3颗紫色晶魄，丢进百吨王的驾驶室。这晶魄你们俩分了，看看能不能再升级技能。自从知道晶魄只能进阶蓝紫技能后，我对他就没了兴趣，倒不如给姐妹俩提升战力。苏晴和苏婉立刻凑过来，兴奋地讨论着怎么分配晶魄，而我则看向暴君尸体旁的金色加特林和紫色肩炮，这2件武器看起来威力不小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就在这时，车载系统突然提示：检测到可融合物品，加特林固定机枪、金色加特林机枪、紫色肩炮、追踪飞弹，触发红色品质隐藏效果融合，是否立即融合？还有这功能？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追踪飞弹还有隐藏效果，没有犹豫，我直接选择是。只见地上的金色加特林和紫色肩炮缓缓升空，化作2道光，融入百吨王车顶的加特林和炮管中。几秒钟后，系统提示融合成功，加特林机枪弹容量提升至1500发，追踪飞弹存储上限提升至4发，威力大幅增强。我走到车顶，看着升级后的加特林和炮管，满意地点点头。现在的火力对付普通丧尸群简直是绰绰有余。接下来的路程里，我们遇到了几波不怀好意的求生者，他们见我们只有3个人，还带着2个美女，想过来抢物资。可没等他们靠近，苏婉就抱着升级后的加特林，对着他们的战车攻过去，子弹像暴雨般倾泻而出，瞬间将战车打成筛。我则驾驶着百吨王，将剩下的战车撞成材料，没给他们任何帮助。中途休息时，我趁着苏婉收拾材料的功夫，拉着苏晴去了百吨王的卫浴间。之前一直忙着赶路和战斗，终于有机会好好放松一下。出来时，苏晴的脸颊还泛着红晕，这一幕刚好被苏婉看到，她叉着腰，气鼓鼓地瞪着我。你为什么只跟姐姐研究，不跟我研究？是不是偏心？我赶紧走过去，抱着她哄了半天，又承诺下次一定带她一起，她才消气。看着姐妹俩打闹的模样，我笑着摇了摇头。有百吨王的战力，有他们的陪伴，就算在这危险的丧尸领地，也多了几分乐趣。休息完毕，我启动百吨王，朝着浣熊镇的深处驶去，那里说不定就有我们需要的星河能力。百吨王在浣熊镇深处行驶了没多久，前方就出现了一个3岔路口，车载系统的提示音适时响起。已抵达岔路口，请选择行驶路线，直线两侧怪物领地消失，沿原路线前进。左侧配有古文遗迹，危险系数1星，有较小机会获取持有材料与道具，将进入新路线。右侧配有寂静小城，危险系数未知，有较大机会获取未知物品，将进入新路线。苏晴看着界面提示，皱着眉说：左侧古门遗迹明显是福利关卡，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多搜刮点材料，还能补充物资。稳妥点选左边吧。苏婉也点头附和。对啊，这新危险系数，咱们肯定能轻松搞定。我却笑了笑，没按常理出牌，直接将方向盘向右打死。越是未知的地方，越有可能出好东西。咱们去寂静小城看看。话音刚落，百吨王就朝着右侧的道路驶去，留下身后姐妹俩惊讶的眼神。刚进入寂静小城的边界，车载系统就发出急促的警告：已进入黑雾怪物领地，寂静小城，危险程度6到8星，黑雾领地特殊机制，该领地将在随机时间内切换形态，共3种形态：现实世界、世界。部分怪物会出现在现实世界，可以在有限的安全时间内。我扫了眼地图，上面标注着最高15级的怪物图标，却丝毫没有犹豫。百吨王现在有5万耐久的合金装甲，还有升级后的加特林和追踪飞弹，就算是15级怪物，也未必不能一战。一脚油门踩到底，百吨王很快驶入一座宁静的小镇，巨大的体型瞬间吸引了镇上居民的注意，他们纷纷围了过来，眼神里满是好奇。我打开车窗，对着一位站在最前面的中年大叔问道：“大叔，您知道这附近的避难所在哪里吗？”中年大叔操着浓重的口音，嘀咕了几句我没太听清的话，随后指了指前方：“你问的是那座废弃避难所吧？一直往前开，4、50公里就能看到。你是外来人吗？去那地方干啥？”在他眼里，我是闯入者，可在我眼里，他更像个引导剧情的 NPC。我没多解释，只是道了声谢，就准备关窗继续前进。谁知刚启动车子，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，落在百吨王的车头上。那是个没有脸的怪物，脸部只有一片光滑的皮肤，嘴巴部位却在诡异扭动。
发出沉闷的声音。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找那个避难所干什么？我心里一沉，转头看向窗外，刚才围过来的居民们正朝着这边狂奔，跑着跑着，他们的脸也渐渐消失，变成了和车头怪物一样的无脸人，眼看就要被怪物包围。我却一点不慌，淡定地掏出制式手枪，伸出窗外，砰的一声，车头无脸人的脑袋瞬间被崩碎，绿色的血液溅在装甲上。紧接着，我连开几枪，打死距离最近的几只无脸人。苏婉也反应过来，迅速爬上车顶，握住升级后的加特林机枪，哒哒哒的枪声瞬间响起，密集的子弹形成火力网，没一会儿就将四周的无脸人清理干净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突然响起，不是百吨王发出的，而是整座寂静小城。随后，天空开始飘落灰色的灰尘，像下雨一样，视野瞬间变得模糊。我不得不将车速放慢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小心！苏晴突然喊道：“我的雷达扫到有东西靠近轮胎。”我刚想低头查看，就感觉到车身轻微颠簸了一下，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。车载系统的提示音随即响起：击杀火力13只，掉落木材零400，提升体重60，稀有能源零30，百吨王轮胎受到灼伤，合金装甲耐久度300。原来这些小家伙是想咬轮胎，我恍然大悟，心里却没在意。合金装甲是概念机改件，只要没打空5万耐久，百吨王本体就不会受损，这点灼烧根本不算什么。我和苏婉下车收拾材料，将新核能源小心翼翼地收好，终于找到升级需要的关键物资了。带着苏婉快速上车，我狠狠踩下油门，百吨王庞大的车身以极快的速度直线倒退，刚复活的无脸人瞬间被碾成肉泥，绿色的汁液溅在轮胎上，又被高速转动的车轮甩飞。这些不过是最低级的怪物，杀的再多也只会掉些普通木材。我索性懒得下车收拾，继续朝着避难所的方向驶去。没开多久，车载系统突然提示：百吨王经验值已满，升级至 IV10，速度提升至120公里小时，发动技能晋级的巨轮触发，体型增加，重量达到80吨。我看着窗外，百吨王的车身又宽了一圈，原本就庞大的体型，现在更像一座移动的小山。终于攒够3次抽奖机会，我心里一喜，立刻默念抽奖，3道光芒先后闪过，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。恭喜获得金色装备迷离风衣，求生者装备后自身属性提升200%，可自由隐藏形态。恭喜获得金色道具枯萎令，消耗土质能量，可令周围5公里内怪物与战车发生枯萎，腐蚀50%，耐久或生命，依靠摧毁战车，击杀怪物补充能量。恭喜获得红色材料金货，可用于进阶红色改件。我毫不犹豫地将红色金货用在合金装甲上，之前5万耐久的装甲就够抗了，现在进阶后，系统提示：红色改件合金战甲进阶成功，装甲耐久度提升至10万，且耐久清零前任何攻击无法伤害战车本体。特殊效果：解锁贴身战甲，免疫100点以下攻击伤害，每日可免疫1次致命攻击，可主动开启完整形态。我低头摸了摸衣服，感觉里面多了一层冰凉的铠甲，却丝毫不会影响活动。这贴身战甲比金色的迷离风衣还实用，有它，就算脱离百吨王，我也能单挑几只5级无脸人，心里顿时多了几分底气。此时，寂静小城的黑雾越来越浓，地图完全被覆盖，只能靠苏晴的战车雷达探测周围情况。我一边踩下油门加快速度，一边对着对讲机说：“苏晴，用你的雷达时刻扫描，发现怪物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苏晴的声音带着笑意传来：“终于知道小心了，之前还以为你要一路莽到底呢。”我笑了笑，直接打破他的期待：“我是让你告诉我怪物在哪，好开车碾过去，总不能让他们挡着咱们的路吧？”对讲机那头传来苏晴无奈的叹息声，苏婉却在一旁偷笑：“江云哥哥就是这么厉害。”又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前方终于出现一座教堂的轮廓，尖顶在黑雾中若隐若现。我们刚停下车，教堂门口突然弹出一个任务面板：突发支线任务：摧毁圣女结界。任务奖励：新核能源乘100，紫色金魄乘5，未知红色道具乘1。居然还有任务！我刚想下车查看，就听到哐当一声，教堂门口的一队人马正拿着铁棍斧头砸百吨王的装甲，甚至有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驾驶着一辆破皮卡，朝着百吨王的车头撞。砰！皮卡撞在合金装甲上，瞬间变形，零件散落一地。男人从车里爬出来，骂骂咧咧地喊道：“这破车怎么这么硬？”我推开车门下车，对着他砰的就是一枪，子弹正中他的额头，他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眼睛还瞪得溜圆。感动我的百吨王，我腻歪了。我握着枪，冷冷地看着剩下的劫匪，他们见同伙被杀，纷纷叫嚣起来：“这小子的手枪没几发子弹，咱们一起上，为兄弟报仇！”可喊了半天，没一个人敢冲上来，都在原地磨磨蹭蹭。我可没耐心跟他们耗，直接将枪口对准刚才叫嚣最欢的几人，砰砰砰几枪，弹夹瞬间清空，那几人应声倒地。剩下的劫匪见状，眼睛突然亮了：“他没子弹了，上啊！”就在这时，车载系统提示：这是手枪经验值已满，升级至 IV1，弹夹容量提升至20发，每小时自动装填。我笑着晃了晃手枪，看着冲过来的劫匪，谁说我没子弹了？最前面的劫匪已经冲到我面前，手里的铁棍直奔我的脑袋砸。我侧身躲过，
反手一拳打在他的胸口，这一拳直接把他打飞出去，撞在教堂的墙上，口出鲜血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其他劫匪见状，吓得停住脚步，转身就想跑。我掏出刚装满子弹的手枪，砰砰几枪，又放倒2个，剩下的人跑得更快了，转眼就消失在黑雾中。苏晴和苏婉也从车上下来，苏婉看着地上的尸体，吐了吐舌头。你也太狠了吧！我收起枪，笑着说：“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”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笑着说：“还有更厉害的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苏晴也走了过来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惊讶。她大概也没见过我徒手战斗的样子。没等我们找到圣米结界，远处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。我知道碰瓷百吨王的劫匪老大来了。果然，一辆越野车很快停在教堂门口。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跳下来，看到地上的尸体时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神里满是惊恐。他转头看到我手里的手枪，立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哭喊道：“大哥饶命！我知道错了，我把所有物资都给你，求你别杀我！”我冷笑一声，把你杀了，你的物资不还是我的？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直接扣动扳机，络腮胡倒在地上，没了呼吸。走，收拾材料去。我启动百吨王，对着劫匪的战车挨个撞击。越野车、皮卡，没一会儿就全被撞成了散落的材料。苏晴和苏婉熟练地跟在后面，用战略储备空间把木材、金属铁一一收起来，尤其是星河能源，看得比什么都重。江韵哥哥，你快来看！苏婉突然喊道，手里拿着一个金色的零件，这是从劫匪老大的战车上掉下来的，好像是个改件。我走过去接过，车载系统立刻弹出提示：金色改件核心承载，可导出报废战车的随机一个技能，导出上限3个。我眼前一亮，立刻把改件安装在百吨王上。很快，界面上显示导出了2个技能，都是蓝色品质的普通技能，切，狗都不用。我嫌弃的皱了皱眉，直接把这2个技能删除。要装也得装金色品质的，这些垃圾技能不配在百吨王上。苏婉在一旁偷笑：“你也太挑剔了吧，蓝色技能已经很厉害了。”收拾完材料，我们没有理会教堂的摧毁圣女结界任务，主线任务是寻找避难所，没必要在支线任务上浪费时间。百吨王继续前进，黑雾越来越浓，连车灯都只能照出几米远。不知开了多久，前方出现一座学校的轮廓，破旧的校门上写着浣熊镇中学。就在这时，车载系统提示：百吨王经验值已满，升级至 LV11，获得抽奖机会乘1。我立刻默念抽奖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提示音响起：恭喜获得金色技能战火焚身，使用后消耗战车耐久度，为车身附带火焰战甲，被火焰点燃的目标将受到巨额伤害，可能持续时间随耐久消耗而定。又是一个超标的技能，我兴奋地笑了。有了战火焚身，再加上之前的爆发突击和追踪飞弹，就算遇到15级的怪物，也有一战之力。可没等我高兴多久，外面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原本灰蒙蒙的黑雾瞬间变成纯黑色，连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关灯键。怎么回事？苏晴紧张地问道，握紧了我的胳膊。苏婉也吓得往我身边靠了靠，小声说：“我有点害怕。”我打开车载雷达，屏幕上一片混乱，什么都探测不到。别慌，我安慰道，应该是寂静小城的领地形态切换了，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说着，我驾驶百吨王，小心翼翼地开进学校大门，停在一栋教学楼前。黑色的天空中隐约传来奇怪的嘶吼声，像是怪物的嚎叫，又像是某种机械的声音。我握紧手里的枪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异变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百吨王刚停在教学楼前，车外突然响起尖锐的警报声，不是小城的警报，而是百吨王的怪物探测警报。警告：遭遇怪物伙同，乘31只。系统提示音刚落，就见30多只浑身冒着火星的小矮子从教学楼的窗户里钻出来，争先恐后的朝着百吨王冲来。细小的手臂上还握着燃烧的木棍，显然是想阻止我们进入学校。又是这些小东西！我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刚想启动车子碾压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地面都跟着颤了颤。我眯起眼睛往后视镜里看，只见伙同们身后一道庞大的黑影正从地上扭曲着爬起来。那怪物浑身覆盖着黑色的鳞片，脑袋像被剥了皮一样血肉模糊，一只手臂粗壮的能抵上伙同的身高，正是寂静小城的终极怪物被诅咒之男。伙同们率先冲到百吨王身边，拿着燃烧的木棍往轮胎上砸，火星溅在合金装甲上，只留下一点焦痕，连耐久度都没掉。可没等我动手，被诅咒之男突然抬起蒲扇大的手掌，重重拍在百吨王的车尾，哐当一声巨响，驾驶室里的我们都被震得晃了一下。车载系统提示：合金战甲耐久度800。还挺有力气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狠踩油门，同时激活爆发突击，百吨王的速度瞬间飙升到300公里每小时，车身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，车底传来咔嚓咔嚓的脆响。那些还在给轮胎挠痒痒的伙同，瞬间被碾成了满地火星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。挡在车头的被诅咒之男见状，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，两条粗壮的手臂死死抱住百吨王的车头，试图用身体拦住我们。可他忘了，现在的百吨王已经有80吨重，600时速的冲击力更是恐怖。只听砰的一声，被诅咒之男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，重重撞在教学楼的墙壁上。墙壁瞬间塌了一大片，他从废墟里爬出来，胸口已经塌陷下去，黑色的血液顺着嘴角往下淌，显然受了重伤，倒地了还想跑。
我猛打方向盘，百吨王倒车时狠狠碾过被诅咒之男的身体，咔嚓的骨骼碎裂声隔着车门都能听到。我没停手，又反复前进，倒车碾压了好几次，直到被诅咒之男彻底变成地上的一滩贴纸，连动都动不了。击杀怪物被诅咒之男，掉落铁蒺力改建碎片乘1，铁蒺力果实乘5，紫丝精魄乘1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下车捡起战利品，回到车上后，一边摸着苏晴的大腿，一边查看铁蒺力果实的信息。食用后可永久提升1%身体属性，无食用上限。这东西不错，我笑着把5颗果实全塞进嘴里，一股温热的暖流瞬间传遍全身，肌肉好像更紧实了，连视力都清晰了几分。刚好试试提升了多少。我对着苏晴和苏婉使了个眼色，二女的脸颊瞬间红了，他们显然知道我想干什么。我们3人来到百吨王的拓展卫浴间，一场激烈的身体素质测试，最后我心满意足地坐在驾驶室里，揉着腰感慨，还好吃了果实提升了体力，不然还真扛不住你们俩。苏晴和苏婉则红着脸留在卫浴间洗澡刷牙，好半天才收拾完出来。百吨王继续在学校里行驶，寻找避难所的线索，可没开多久，前方突然飘来一片黑色的云，靠近了才发现哪里是什么云，分明是密密麻麻的虫子，每只虫子都有拳头大小，脑袋上长着一张扭曲的人脸，翅膀扇动时发出嗡嗡的恶心声响，像潮水一样朝着我们涌来。妈呀！苏婉吓得往座椅里缩了缩，脸色惨白。怎么这么多虫子？我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。苏晴也皱着眉，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显然也对这种虫子感到不适。车载系统的警报声再次响起。警告：遭遇怪物大头虫，乘13000只，怪物数量过多，请立即撤离。可提示音刚结束，那群大头虫就已经扑到了百吨王身上，密密麻麻地爬在装甲上，有的还试图往车窗缝隙里钻。好在合金装甲密封的严实，才没让他们钻进来。怎么办啊？苏婉带着哭腔问道。这么多虫子，碾压也碾不完，加特林怕是也打不过来。我却面不改色地笑了。别急，刚好试试新技能。说着，我在脑海里激活了刚抽到的金色技能战火焚身。瞬间，百吨王的车身覆盖上一层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红色的火苗顺着装甲蔓延，连轮胎上都裹着一层火环，温度瞬间升高了好几度。滋滋滋，爬在车身上的大头虫瞬间被火焰点燃，纷纷掉落下来，在地上翻滚着变成灰烬。车载系统提示：战火焚身技能启动，合金战甲耐久度每秒10。我扫了眼耐久度面板，还有99200，每秒10点，就算烧上1小时也才掉36000，完全不用担心。没一会儿，车身上的大头虫就被烧得一干二净，只剩下远处一只比其他虫子大了1圈的虫母，正瑟瑟发抖地躲在花坛后面，显然是被火焰吓住了，还想跑。我刚要驾驶百吨王过去，把它也碾成减速带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紧接着就是苏婉惊慌的尖叫。不好，我的战车！苏婉的尖叫像针一样扎进耳朵，我猛地踩下百吨王的刹车，轮胎在地面划出2道焦黑的痕迹。后视镜里，他的剁椒鱼头梅尼正被一个黑袍人纠缠，那人手里的绿光匕首像毒蛇的獠牙，每划一下，梅尼的银色车身就多一道深痕。车在面板上的装甲耐久正以每秒10点的速度往下掉。感动我的人，活腻了。我推开车门，刚吃完铁蒺力果实的身体里涌着热流，脚步比平时快了近1倍。黑袍人见我冲来，转身就想往教学楼的阴影里钻，可我3步并作2步追上，右拳带着风声砸在他后面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黑袍人闷哼着摔倒在地，黑袍散开，露出一张布满刀疤的脸，是之前在浣熊镇漏网的劫匪。他挣扎着摸向腰间的手枪，我早有防备，一脚踩住他的手腕，手枪哐当掉在地上。还记得我吗？我冷笑，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可没那么好。黑袍人眼中闪过惊恐，突然从怀里掏出另一把小巧的掌心雷，对准我的胸口就扣土扳机。我侧身躲开，子弹擦着衣角打在地上，溅起一串火星。趁他换弹的间隙，我掏出自己的手枪，砰的一声，子弹正中他的肩膀，鲜血瞬间染红了黑袍。这时，苏晴驾驶超跑冲了过来，车头轻轻一顶，黑袍人就像破麻袋一样被撞晕过去。我们围到梅尼旁，苏婉眼圈红红的，摸着车身的划痕，小声说：“还好，只是外观伤，核心部件没坏。”我从百吨王的储物空间里翻出备用金属板和焊接工具，苏晴帮忙递零件，苏婉则蹲在一旁清理车身的划痕。阳光透过教学楼的窗户洒在我们身上，竟有了几分难得的温馨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梅尼终于恢复了原样，只是车身上多了几道浅浅的印记，像勋章一样。还没等我们喘口气，百吨王的雷达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：警告！13000只大头虫正在逼近，已形成包围。抬头一看，学校大门方向黑压压一片，密密麻麻的虫子像乌云一样涌来，翅膀扇动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。怕了！我拍了拍苏婉的肩膀，启动百吨王的战火焚身技能，瞬间银白色的车身裹上一层熊熊火焰，连车轮都冒着火星，温度高的让周围的空气都微微扭曲。苏晴，你和小婉用加特林扫2侧，我冲正面。百吨王像一头燃烧的巨兽，朝着虫群撞去。车头的火焰一碰触到大头虫，就传来滋滋的灼烧声，虫子纷纷掉落在地，变成一滩滩黑灰。苏晴和苏婉趴在各自战车的车顶，加特林机枪喷出火星，子弹像暴雨一样扫向2侧的虫群，硬生生撕开2道缺口。虫母躲在虫群后面，肥大的身体不断蠕动，还在召唤新的虫子。我看准时机，激活爆发突击，百吨王的速度瞬间飙升到600公里每小时，车头狠狠撞在虫母身上，扑哧一声，虫母的身体像被踩爆的气球，绿色的汁液溅了一地，失去指挥的大头虫群顿时乱作一团，没一会儿就被我们清理干净。
清理完虫群，空气中还弥漫着焦糊的气味，地上散落着大头虫的黑灰。总不能一直待在学校，得找到避难所才行。我擦了擦百吨王方向盘上的灰尘，转头对苏晴和苏婉说，姐妹俩点头附和。苏婉还从妹内里翻出个手电筒，我跟你去教学楼里找，姐姐留在车上守着，万一有怪物过来，还能提前预警。教学楼的大门早已腐朽，推开门时吱呀一声，灰尘簌簌往下掉。走廊里积着厚厚的灰，脚印踩上去会留下清晰的印记。阳光透过破碎的窗户斜射进来，在地上投出一道道光柱，光柱里的尘埃还在缓缓浮动。我们沿着走廊慢慢走，教室里的桌椅东倒西歪，黑板上还留着半截没写完的数学公式，像是突然被遗弃的时光碎片。你看这个。苏婉突然停在地下室门口，手电筒的光打在门上，那是个锈迹斑斑的铁门，上面刻着一个简单的避难所标志，一个圆圈里套着个小房子，边缘还有几道磨损痕迹，显然是人为刻上去的。我伸手推了推，铁门纹丝不动，苏婉帮忙一起用力，还听到哐当一声，门终于被推开，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。地下室不大，里面堆着几个破旧的木箱，最中间的地上放着一张卷起来的地图。我蹲下身展开地图，纸张已经泛黄发脆，边缘还有虫蛀的小孔。红色的笔记标注着寂静小城的街道，中心广场的位置被画了个红圈，旁边用小字写着圣女结界守护避难所，破界方可入。原来教堂的任务不是没用的，我恍然大悟，之前还觉得摧毁圣女结界是无关的支线，现在才明白这是进入避难所的必经之路。苏婉凑过来看地图，手指点着红圈。那我们现在就去中心广场，刚好百吨王快升级了，路上再清理几只怪物就能到12级。回到车上，我们跟苏晴说了地图的事，她立刻启动超跑。我在前面探路，你们跟在后面，有怪物我们先开枪提醒。车队重新出发，沿途的怪物果然比之前多了不少。无脸人从废弃房子的窗户里探出头，看到战车就尖叫着冲出来。被诅咒之男拖着扭曲的身体在街道上游荡，黑色的鳞片在黑雾里泛着冷光。但百吨王的战火焚身早已开启，银白色的车身裹着一层火焰。无脸人刚靠近就被烧成了绿烟，被诅咒之男想挥拳砸向车身，结果拳头碰到火焰就滋滋冒血，疼得他嘶吼着后退。苏晴的超跑在前面灵活穿梭，遇到漏网的怪物就用手枪抵制。苏婉的命令跟在最后，他探出半个身子，用小本子记着掉落的材料：木材200分，金属铁50块，还有3枚星核能源，刚好给百吨王仔升级经验。我看着仪表盘上的经验条，已经快满了，只要再清理几波怪物，就能升到12级。大概行驶了20分钟，中心广场终于出现在眼前。广场上的喷泉早已干涸，池子里堆着碎石，最中央悬浮着一个巨大的蓝色结界，那结界像肥皂泡一样晶莹剔透，表面还泛着淡淡的光晕，连周围的黑雾都被挡在外面。结界旁站着5个穿白色长袍的人，长袍上绣着银色的花纹，手里的法杖顶端镶嵌着蓝色的宝石，正散发着微光，显然是在维持结界的运转。看到我们的战车，领头的白袍人往前迈了一步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喂，立刻离开这里，圣女结界不容侵犯，任何试图破坏都他的声音像是带着某种力量，连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几分。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进入避难所躲避黑雾。我降下车窗，对着白袍人喊道：只要你们打开结界，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，还能把收集到的物资分你们一部分。可白袍人根本不听，他举起法杖，其他4个白袍人也跟着行动起来。5道蓝色的光束从法杖顶端射出，直奔百吨王而去。当当，光束打在合金装甲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低头看了眼耐久度面板，只掉了200点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冷笑一声，按下中控屏上的爆发突击按钮，百吨王的引擎发出一声怒吼，速度瞬间飙升，像离弦的箭一样朝着白袍人冲去。白袍人显然没料到百吨王这么猛，他们想往后退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百吨王的车头轻轻一碰，5个白袍人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法杖哐当哐当掉了一地，结界的光芒瞬间弱了几分，表面的光晕也开始闪烁。我从储物空间里翻出之前击杀暴君掉落的紫色尖炮，这炮之前还没怎么用，现在刚好派上用场。苏晴帮我把尖炮安装在百吨王的车底，我调整好角度，对准结界喊道：瞄准结界中心，开火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紫色的炮弹轰在结界上，蓝色的光膜瞬间出现一道裂缝，裂缝里还冒着淡淡的黑烟。再来几炮。苏婉在旁边喊道。我连续按下发射按钮，第2发、第3发炮弹接连命中结界，咔嚓一声脆响，结界的裂缝越来越大，最后彻底破碎，蓝色的碎片像雪花一样散落下来，很快就消失在空气中。结界破碎后，广场中央的地面开始缓缓下沉，露出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，通道里亮着微弱的灯光，入口上方还挂着一个生锈的牌子，上面写着避难所3个大字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终于找到了。苏婉兴奋地拍着手，我看着通道入口，心里松了口气，这一路的奔波终于有了着落。百吨王的轮胎碾过地下通道的水泥地，发出沉闷的轰隆声，与苏晴超跑的轻快引擎、苏婉命令的细碎声响交织在一起。两侧的应急灯泛着微弱的红光，光线忽明忽暗，映得墙面的裂缝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，有些地方还残留着干涸的黑色污渍，不知是怪物的血迹还是陈年的灰尘。显然这里已经启用很久，却没好好的维护。这通道也太长了吧，不会真走错路了吧？苏婉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，带着几分孩子气的无奈，还夹杂着迷你车身轻微的颠簸声。我看了眼车载雷达，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前方500米处有密集的生命信号，笑着回道：放心，没走错，雷达能看到前面有人，再坚持几分钟就到了。话音刚落，
前方的黑暗中终于出现了一抹光亮，一扇厚重的铁门渐渐清晰。那铁门表面焊着3层合金板，边缘处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，最深处甚至能看到里面的钢板，显然是被怪物反复撞击留下的痕迹。门后隐约传来人声，有老人的咳嗽声，还有孩子清脆的嬉闹声，在寂静的通道里格外清晰，透着几分难得的烟火气。终于到了。苏婉兴奋地推开车门，脚步太急，差点被门槛绊倒，引得苏晴无奈地笑了笑，伸手扶了他一把。没等我们上前，铁门就吱呀一声缓缓打开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出来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，领口有些变形，胸前别着个泛黄的塑料名牌，上面写着张教授3个字，字迹都有些模糊了。老人的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，眼下的黑眼圈重得像涂了墨，手指无意识地攥着白大褂的衣角，一看就是长期没休息好，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。你们是从外面来的求生者吧？张教授叹了口气，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快进来吧，外面的黑雾越来越浓了，待久了会出事。他侧身让开位置，我们跟着他走进铁门后的空间。这是一个宽敞的大厅，地面铺着蓝色的防潮垫，不少人坐在上面休息，有抱着孩子轻轻摇晃的女人，有拄着拐杖闭目养神的老人，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围在角落，正小心翼翼地整理着几箱罐头。看到我们的战车，眼神里满是惊讶，纷纷看了过来。这里的情况不太好。张教授领着我们走到大厅角落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储备的罐头和水只够支撑3天了，而且最近每天都会有怪物来撞外围的合金装甲。昨天还来了个特别厉害的，把装甲砸出了个大坑。要是再没有支援，咱们这避难所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，却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眼底的绝望涌了上来。我刚想安慰他几句，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划破大厅的宁静，滴滴滴滴的声响，刺得人耳膜生。天花板上的红色警示灯疯狂闪烁，把整个大厅都染成了骇人的红色。广播里传来急促的电子音：“警告，15级怪物黑雾领主正在攻击外围装甲，装甲耐久度剩余30%。重复，耐久度剩余30%。请所有战斗人员立即就位。”大厅里瞬间乱了起来，人们惊慌地四处张望，孩子的哭声，女人的尖叫此起彼伏，原本还算安稳的氛围瞬间被打破。张教授脸色惨白，手都开始发抖，他拉着我们就往楼梯跑。快跟我去瞭望塔，看看情况。要是装甲破了，咱们就全完了。我们跟着他冲上2楼的瞭望塔，透过厚厚的防弹玻璃往外看，避难所外的黑雾比之前在学校时更浓了，连阳光都透不进来。一个巨大的黑影在黑雾中若隐若现，正是广播里说的黑雾领主。那怪物足有10米高，比百吨王还要高出1截，身体像是用纯粹的黑雾凝结而成，边缘不断飘散着黑雾，看不清具体的五官，只有一双泛着诡异紫光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避难所的装甲。他手里握着一把比车身还长的巨镰刀的刀刃泛着淡淡的紫光，每挥一次就会带起一道黑色的锋刃，狠狠砸在避难所的外围装甲上。哐当一声巨响，装甲板上瞬间出现一道半米深的沟，碎石速速往下掉。必须阻止他，再这样下去，装甲撑不了10分钟。我转身就往楼下跑，苏晴和苏婉也立刻跟上，他们知道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。张教授在后面喊道：“小心点，那怪物特别厉害，昨天派出去的小队都没回来。”我跳上百吨王，手指飞快地按下启动键，引擎发出一声沉闷的怒吼。黑雾领主似乎察觉到了动静，缓缓转过头，那双紫眼睛瞬间锁定了指示我。没等我调整好方向，他就猛地挥起巨刀，朝着车头劈来。镰刀的刀刃重重砸在合金装甲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。我赶紧晃了晃脑袋，看向耐久度面板，5000点耐久没了。这还是百吨王升级到11级后第一次掉这么多耐久。没等我多想，黑雾领主又挥起了镰刀，紫色的刀刃在黑雾中划出一道影光。我不敢怠慢，立刻按下丈夫浑身的按钮。银白色的车身瞬间裹上一层细尘，红色的火苗窜起半米高，连周围的黑雾都被烤得往后退了。果然，镰刀刚靠近火焰，黑雾领主就像是被烫到一样，猛地收回手。就是现在！我抓住这个间隙，按下爆发突击的按钮，百吨王速度瞬间飙升到600公里每小时，车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绕到黑雾领主身后。我同时按下加特林的发射键，哒哒哒的枪声在黑雾中，立即的子弹像暴雨一样射向黑雾领主。黑色的雾气被打得四散开来，露出里面隐约的紫色核心。紧接着，我启动了追踪飞弹，4枚导弹拖着紧紧地黑雾领主后面。轰隆！爆炸声响起，黑雾领主的身体晃了晃，后背的黑雾消散了一大片，紫色的核心暴露得更明显。他彻底被击破，转身就想用镰刀劈向百吨王，那双紫眼睛里满是杀意。我早有准备，立刻激活刚抽到不久的绝对防御，一道透明的光罩瞬间笼罩住百吨王，像一层无形的铠甲。镰刀重重砍在光罩上，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，连一点耐久都没有。黑雾领主显然没料到百吨王还有这样的计划，愣在了原地，紫色的眼睛里满是疑。我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立刻操控百吨王，猛地撞向他的头。黑雾领主的身体庞大却弱了，被这么一撞，瞬间失去了平衡，庞大的身躯重重摔倒在地。给我撵！我咬着牙踩下油门，百吨王的车轮狠狠顶住黑雾领主的身体。黑色的雾气不断消散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小，挣扎的力度也越来越弱，紫色的眼睛里渐渐没了光彩，直到他的身体彻底消散，只剩下一颗泛着紫光的核心留在地上。我刚想下车去，那颗核心就化作一道光，
自动融入了百吨王的车身。击杀15级怪物黑雾领主，百吨王升级至12级，获得抽奖机会乘2，到了红彩度公布新生器。系统提示音在脑海里清晰的响起，我兴奋地搓了搓手，立刻开启抽奖。第一道光闪过，屏幕上出现了全域地图的图标。这张地图比之前的任何地图都详细，不仅标注了寂静小城的所有区域，还标出了其他领地的位置，甚至连安全区的方向都用红圈标了出来，再也不用担心迷路。第二道光是金色技能绝对防御，虽然之前应急用了一次，但现在正式解锁，开启后能5秒内免疫所有伤害，简直是保命神器。最后是红色改建黑雾吸收器，我把它安装上。刚安装好，就感觉到周围的黑雾被源源不断的吸入车身，仪表盘上的能量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，很快就满了。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能量不足，没法启动技能了。我忍不住欢呼起来。苏晴和苏婉也跑了过来，脸上满是笑容，刚才的紧张和担心都烟消云散。张教授带着避难所的人跑了出来，激动的热泪盈眶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，真的太谢谢你们了，你们救了所有人。”大厅里的人们也围了过来，纷纷向我们道谢。我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又看了眼身边笑容灿烂的苏晴和苏婉，心里满是踏实。这场硬仗，我们不仅赢了，还为更多人守住了活下去的希望。而这或许就是这场公路求生之旅中比升级和装备更重要的东西。张教授攥着白大褂的手微微发抖，他把我们拉到瞭望塔窗边，指着外面说：“你们看，黑雾扩散的越来越快了。刚才观测到，它每小时能推进2公里，最多3个小时，整个寂静小城都会被吞掉。咱们必须赶紧走。”顺着他指的方向，我们看到原本只在避难所外围徘徊的黑雾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，朝着中心广场的方向涌来。黑色的雾气里还隐约能看到怪物的影子在蠕动。没时间犹豫了，赶紧收拾物资。我立刻转身下楼。苏晴和苏婉也跟着行动起来。苏婉跳上她的 mini， 启动物资探测技能，车在屏幕上立刻出现一个个绿色的光点。东边的储物间有隐藏的罐头，还有西边的医疗柜里有药品，我带你们去拿。她像个灵活的向导，领着我们在避难所里穿梭，把藏在角落的物资一一找出来，堆在战车旁边。苏晴则驾驶着超跑，在大厅里缓缓行驶，用对讲机组织车队。大家不要急，老人和孩子先上靠近百吨王的车，年轻力壮的帮忙搬物资，咱们按顺序排队，保证每个人都能上车。他的声音温和又坚定，原本有些混乱的人群渐渐有序起来，人们互相帮忙，把行李和物资搬上临时征用的车辆，很快就组成了一支20多辆的车队。我驾驶着百吨王停在车队最前面，像一道银色的屏障。检查物资时，发现有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没找到食物，苏婉立刻从mini里拿出2罐肉罐头塞给她，女人感动的连连道谢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里暖暖的。在这场求生之旅里，我们要活下去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车队缓缓驶出避难所，刚出门就感觉到一股凉意，黑雾已经漫到了车轮边，黑色的雾气裹着细小的颗粒，落在车身上，像一层薄薄的纱。但百吨王的黑雾吸收器早已启动，车顶的装置发出淡淡的蓝光，黑雾被源源不断的吸入，转化为能量。仪表盘上的能量条始终满格，连战火焚身都能一直保持开启状态。车身的火焰在黑雾中格外醒目，像一盏指路的灯。沿途遇到不少怪物，有惊无险从黑雾里冲出来，刚靠近百吨王就被火焰烧成了绿烟。有被诅咒之男挥着拳头砸向车队，我立刻激活绝对防御，透明的光罩挡住攻击。百吨王轻轻一撞，就把他撞得倒飞出去。其他求生者坐在车里，看着百吨王轻松解决怪物，眼神里满是敬畏。有人小声议论：有这辆车在，咱们肯定能到安全区。是啊，之前还担心走不出去，现在放心多了。按照全域地图的指引，车队在黑雾中行驶了大概2个小时。就在大家有些疲惫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道光亮。那是一道10几米高的高墙，墙上的探照灯来回扫射，把周围的黑雾驱散不少。是安全区，我们到了！苏婉兴奋地大喊，车队里立刻响起欢呼声。高墙缓缓打开一道缺口，广播里传来温和的声音：欢迎来到安全区，请车队有序进入，接受检查。我们领着车队慢慢驶入，刚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宽阔的街道两旁种着绿油油的绿树，树叶上还挂着水珠，显然是刚浇过水。广场上，孩子们在追逐打闹，笑声清脆；大人们则在整理物资，有的在搭建帐篷，有的在生火做饭，脸上都带着安稳的笑容，看不到一点在黑雾里的恐惧和焦虑。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中年人迎了上来，是安全区的负责人李主任，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：你们真是英雄。他领着我们参观安全区，介绍这里的设施。我们有专门的物资储备库、医疗站，还有学校，大家在这里可以安心生活，不用再担心怪物和黑雾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忙着给战车做最后一次升级。百吨王在吸收了足够的能量后，顺利升到13级，解锁了红色技能次元碾压启动时，车身周围会出现一道道紫色的次元裂缝，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巨额伤害。车身也变得更加庞大，重量达到了120吨。苏秦的超跑解锁了群体加速，能给车队所有车辆提供30%的速度加成，以后再组织车队就更方便了。苏婉的 mini 则把物资探测的范围扩大到5公里。他说以后要帮安全区找更多的物资，让大家都能吃饱穿暖。我们在安全区定居下来，选了一间靠近广场的房子，每天早上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，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。我偶尔会驾驶着百吨王，带着姐妹俩去安全区附近清理怪物。收集的物资一部分留给自己，一部分分给需要帮助的人。百吨王渐渐成了安全区的守护神，只要他的引擎声响起，人们就会安心地说：有百吨王在，咱们安全着呢。夕阳西下时，我坐在百吨王的驾驶座上，苏秦靠在我身边，手里拿着一杯热奶茶，轻轻抿了一口。
苏婉在一旁摆弄着刚从广场上迎来的小玩具，脸上满是笑容。远处的孩子们还在追逐打闹，大人们坐在树下聊天，炊烟袅袅升起，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。我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心里满是踏实。这场漫长又危险的公路求生之旅，有过惊险的战斗，有过绝望的时刻，但更多的是和姐妹并肩作战的温暖，是带着更多人活下去的希望。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归宿，而我们的故事还没完。